推不动！先救咱家的车！大炮丢了就丢了，银子不能丢！公公，鞑子已经冲阵了，再不开炮，弟兄们都得死！一群贱命，也配跟咱家的宝货比？去你的阴贼！逆贼，你敢冲撞咱家？锦衣卫，给咱家杀了他，剥皮抽筋！护驾！护驾！咱家是圣上阿布！你走得了吗？你敢杀我？你要灭九族！灭九族？水，你死了，大明的九族才保得住。恭送王公公归西。王振死了，总调大人杀了王振，燕贼已伏诛。不想在这儿当羊被宰的，都给老子拿起刀！今日随我杀出土木堡！水，我要喝水。这里是土木堡。王振胡乱行军，朱祁章御驾亲征，20万大明精锐被拖死在这片没有水源的土岗上。没救了。先找水，否则不用大字冲锋，这副身体就得变成干尸。刀、粮、水，战场上死人留下的都是活人的命。老东西，交出水，饶你们全尸！这是给上元的，求你们！明狗还敢求？宗乔大人，闭嘴，拿枪，御敌！我是宣布前卫右前护所总机秦烈，你们叫什么？卑职张铁锤，大同镇老卒。卑职麻子，还没被吓破胆儿，很好。这桶水给我留2口，剩下的你们分了。大人，这是活命水，您都留着吧。废什么话！老子让你们喝，你们就喝，喝饱了才有力气跟我杀出去。大人，咱们去救圣驾吗？救圣驾？不，咱们去杀鞑子，抢粮食，拿回大明军人的尊严。至于那个皇帝，他既然喜欢在外看风景，那就让他留下来看个够。这是我的，谁杀我杀谁！我3天没吃了。想活的站到我左边，想死的继续抢这包土。你谁啊？看清楚，你们拿命抢的
是一包石头。粮都是假的，咱们完了！宗少大人，咱们还有活路吗？路就在老子刀下，想跟我的，拿上武器，老子带你们回家！马子，咱们遇着能人了，能不能活不知道，但跟着他比等死强。太师，明军断水3日，已经无力再战。明军20万，不过20万待宰的羊。明天我要在大明皇帝的龙椅上喝酒。缺水，缺粮，缺将领，更缺希望。我要带人活，就得先把这群死人重新变成兵。水，他们拿水洗手。弟兄们渴死，他们拿水洗手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哪部分的？中军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宣府前卫，右监护所总计秦烈，收拢溃兵归阵，开路。哼，就你这破甲烂刀，也敢靠近圣驾，冲撞了王公公，你有几个脑袋可掉？圣驾蒙尘，你们这群禁卫还有心思守几箱烂石头？误了军情，你担得起？你敢威胁中军？再等一步，就不是威胁。大人，那可是王公公的人。我知道。那您还敢顶撞？我刚才没杀他，已经算给王任面子了。秦总旗回来了！头儿，喊什么？老子还没死！弟兄们快撑不住了。听说皇上要降了，是真的吗？我想回家，想我娘了。青娃子，别费力气了，没水，马都没力气跑了。王公公不让突围，咱们只能等死。等死？老张叔，你守了宣府20年，瓦剌人的弯刀没让你闭眼，这泡马尿倒让你怂了。不是怂，是没活路。搅，给老子用力搅！都给老子站起来！往西100里，就是宣府，那里有井水，有白面饼，有你们的娘儿和娃。皇上救不了你们，王振那个阉人更救不了你们。想活命，只有一条路，杀出去！头儿，怎么杀？咱们连刀都举不起来了。每人1口，不许多喝，这是买命的水。喝了这口水，你们的命就是老子的。我要你们把甲片缝好，把刀磨亮，把火虫里的沙子清干净。带2个人去辎重营，张铁锤、牛皮、麻绳、坏车轴，能固定甲片的全弄回来，别让达子的轻剑一射就透。是。麻子，在。去神机营找那些快渴死的炮手，告诉他们，想活命就把火药和铅弹凑到我这儿来。他们若是不信呢？就说我秦烈带他们回家。听说你能带人突围，我不能保证你不死，但我能保证你不会跪着死。神机营小旗留射，愿听秦总旗调遣。青娃子，违抗军令突围是灭九族的大罪。哼，20万人若死在这儿，大明还有没有九族都两说。朝廷不给活路，咱们就自己踏出一条路。天塌下来，我秦烈一个人顶着。
大人，吃点吧。铁锤，怕死吗？怕，家里还有老娘，可跟着大人心里踏实。踏实就好。明日乱局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跟着我的旗子走。王公有旨，所有总察以上军官速去中军议事。这时候议事，议事，怕是分赃吧？兄弟们，去睡，把刀压在枕头底下。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这土木堡就要换个天了。鞑子杀来了，快跑啊！下去！总旗大人，咱们的阵快被冲散了。结缘阵，长枪向外。敢冲本旗阵脚者，无论官阶，斩！再催！挪车！快把车挪开！鞑子骑兵马上冲阵了。这是王公公私产，里面是圣上赐的宝货，惊扰了公公财物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前面是瓦剌骑兵，再不让开，大家都得死！你们死不死与我何干？王公公的车不能动。救车，先救车！那些大炮丢了就丢了，咱家的银子不能丢。总监，绕过去吧，那可是王公公的人。绕？往哪儿绕？铁锤，耗子，跟着我！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开炮之前，先开路，闪开！拦路者死！总旗大人疯了，疯就疯，从兵磕死强！公公，鞑子来了，快走吧！车呢？咱家的车挪动了吗？挪不动啊，炮车卡住了。那就把炮推下坡，挡了咱家的路，俺家要他们的命！这炮是大明的根基啊！根基，咱家就是根基！去你娘的烟火！逆贼，你想兵变吗？兵变？你也配叫兵？几位，给咱家杀了他，剥皮抽筋！保护咱家，顾家！你走得了吗？咱家是圣上的师傅，你敢杀我，你要灭九族！灭九族？你死了，大明的九族才保得住。总教杀了王振，王振死了，吴国的阉党死了。杀阉党，听军号！还能开火吗？只要有引信，老汉能把鞑子轰到天上去。好。严贼已伏诛，不想在这儿当羊背宰的，都给老子向西杀！大人，咱们真的要杀出一条血路？不杀出一条路，难道留在这儿陪着烟火过中秋？众将士，随我杀戮！反了，造反了！这是圣上的阿父，因为内廷军拿下这逆贼，领旨，要领旨！逆贼受死！王振误国，困20万铜环于决定断水，此贼不除，大明必亡！杀了他，赏金1000两！朱校尉，赏金1000两也得有命花。好，老子神经营的地鼠磕死一半，剩下的还要给这烟鬼抬轿子。这颗脑袋我周猛认了。你们都反了？不是反，是活。想死的留下手臭银子，想活的，想回家见婆娘孩子的，站到我身后，
周猛，30下，把大将军炮给老子支起来！要包别舍不得，引先扎稳。得令。张铁锤，再50人，把金银车推到风口，里面不管是珠宝还是绸垫，全掀翻，做鹿角当马蹄。麻子，在。团烈火冲手，3排站位。是。我秦烈在此立誓，我若死了，尽死在兄弟们前面。愿随大人赴死！愿随大人赴死！大人，这么壮真能打？达子冲上来，你就知道能不能打了。大人，瓦剌先锋不到300步。稳住！杀汉奴，抢太保！大将军炮，开火！打中了！大人神机妙算！少废话，火冲手，3段齐射！全军突围！宣都尉居中，神机营断后，不许恋战！杀出去！拦住他们！跟着秦大人往西，往西！王真死了，有人带咱们突围！横冲直死，跟他们杀！跟上，杀出去！这破落的大明，既然人民守不住，那就让我来！往西，往西！从杀这阉人开始。往西，往西！宗齐大人，歇会儿吧，马也跑不动了。周猛火药和千佛还剩多少？回大人，刚才突围炸了3门炮，手冲火药省着点用，还能打2场100人规模的硬仗，只是火冲炸膛的多，好用的少。火冲不能全指望。大人，提升，100骑左右从北坡兜过来了。瓦剌人尤其掠少，他们嗅到咱们这块肉了。达子追来了，快跑！跑什么？这平地上你跑得过马？谁敢乱跑，先死在老子刀下！周猛，带神机营去内处反斜面后蹲着，火药上膛。没我口令，谁敢放空想，我剁了他！是。张铁锤，把木盾长矛全集中起来。是。麻子，带人去砍酸枣枝，越粗越好，越带刺越好。大人，拿树枝打骑兵。对，拿树枝要他们的命。快，砍粗的，再刺的。听好了，11人一队，分20个小组，最前面2个持长牌护住全身，你们是门神，哪怕刀砍在队上冒火星，脚下也不许退半步。中间4个扛酸枣枝，交叉顶在顺牌后。达子的马冲过来，这东西能扰乱马头，也能卡弯刀。真能行！你只管守住位置，你身后的长矛会保你的命。后面4个使长矛，等达子马头被枣枝卡住，从缝里捅出去，不求杀人，只管捅马腹。最后一个队长拿腰刀补位，哪里漏人就补哪里。快，11人一组，盾在前，枝在中，矛在后。大人，这阵叫什么？鸳鸯阵。鸳鸯，别管名字，盾守命，枝缠马，矛取腹，刀不杀，只要阵不乱，骑兵冲进来也得死。来了，都给老子稳住！达子也是肉长的，不是天兵。英军残兵还敢列阵，碾碎他们！
所有人等他们进50步。举牌！不想死就撑住！冲过去，碾碎他们！周猛，神奇营3段击，放！收！顶住！就是现在！走！走！稳住阵！长拍手，钻枣之蝉，长矛取马，火出取人。稳住，别退，照我说的打！这是什么写法？拜夫长归我。来，中！首领死了，快撤！追！杀光他们！别追，收拢阵型。赢了，咱们赢了！宗齐大人，咱们干翻了达子正规游骑！赢了！宗齐大人神武！宗齐大人神武！大人死！水袋集中，按人头分。达子的马肉也分了，伤兵优先。看到了吗？达子也是2个肩膀扛1个脑袋。只要阵不乱，咱们宣府的汉子能把野仙的胡子拔光。回宣府喝老酒水！回宣府喝老酒水！大人，接下来往哪儿走？直奔宣府。不去宣府，先往西撤20里，去明基山。不去宣府？现在宣布门外肯定全是达子，咱们这300人过去是送菜。那去明基山做什么？找个更多老骨头，收更多败兵。公公，你且看好了，没你这烟火指手画脚，大明的兵是怎么打仗的？大人，看那边！圣驾，那是圣驾！圣什么将？那是祸根。野仙在等，他要活的皇帝。大人，咱们冲下去救驾吧！救出皇上，那可是封侯拜相的功劳。神机营是天子亲军，眼睁睁看着圣驾蒙尘，弟兄们心里过不去。救驾？拿什么救？靠你们这200根烂长矛，还是周猛手里那几只随时炸沉的废冲？看清楚！护卫圣驾的5军营精锐在哪儿？地上躺着，内河高官在马蹄底下，后面还有万户队合拢。我们冲过去，连伞边都摸不到，就会被踏成肉泥。可那是皇上啊！他不仅是皇上，更是带着20万大军送死的统帅。听信阉旨，处宣府大同防线，把20万将士困在无水土岗。今日之祸是他自取。你们想为了一个昏君，把这最后300条命也填进去？完了，天崩了！天没崩，只是皇帝崩。朱祁镇被俘，瓦剌人必会挟天子寇官，宣府大同北境全都会遭殃。大人，不救圣驾，传出去可是灭九族的罪。命都没了，谁给你定罪？如今天下，谁能活下来，谁才是大明的种。再敢言救驾者，扰乱军心，以此贼为戒。所有人听令，向西撤入明基山深处。大人，有动静。原地待命，我去看。大人，我跟你。不用，人多容易惊动他们。老李，撑住，回了关，我请你喝烧大子。回不去了，杨总兵不开门，谁也活不了。圣驾怕是也陷了。圣驾陷了，咱们的家还在。达子想进关，先从老子石头上踩过去。宣府前卫，右迁护所总旗秦烈。秦总旗，看你们这甲胄，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怎么也想往关里逃？你这是战场上能多活一个，
就多一把刀。逃是逃不掉的，野仙游骑已经锁住去宣府的路。那还说什么？咱们不过是没人要的孤魂野鬼。我手里有300人，有火药，有马。你们这里有200个熟悉边境地形的老骨头，合在一起就是500人。500人，在瓦剌大军里，塞牙缝都不够。500人不够杀野间，但足够在他们背后放一把火。皇帝被抓了，上司跑路了，关门关了，你们以为自己没人要？但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手里还有刀，大明就还没亡。吃了，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去反猎搜山的鞑子，带你们堂堂正正回宣部。大人，怎么称呼？秦烈，刚宰了王位的秦烈。王俊死了，真的好，杀得好！大同为百务陈勋，愿听大人调遣。愿听大人调遣。把咱们的水和干粮分一半出去。是。陈百户，挑几腿脚利索的，去附近山头放哨。瓦剌人肯定会搜山，我们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。周启镇，你坐在黄伞下成了囚俘，但我秦烈要在这荒山野岭里铸出一柄斩断乱世的重剑。陈勋，带人把山坳口的火亲自踩灭，想引鞑子过来包圆吗？是。大人，别费劲了，省点药给有救的弟兄吧。闭嘴！想活命就受着。大人这手段从哪儿学的？死人堆里，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。陈百户，你的人还有多少能动？满打满算213个，大半带伤，20几个像李大个子这样活了口。咱们本想着在土木堡给万岁爷尽忠，没想到杨洪封关，把兄弟们堵在鬼门关外。杨洪不开门，咱们才被鞑子追成这样。当官的都跑了，剩咱们给他们挡道。想回家吗？大人，宣府门都不开，咱们往哪儿回？我娘还等我开车回去种地呢。杨洪不开门，是因为他怕野仙，但他更怕宣府城破，丢了大明江山。陈百定，把这些分下去，一人一口，别多贪。秦大人，您说怎么干？兄弟们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杀2个赚1个，只要带咱们过往回宣府看一眼，我明白给您了。我们在山里跟鞑子玩一场反围猎，他们觉得明军散了可以像羊一样拿捏，那我就教教他们，在这大明根底下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陈百户，你的人守地形，分出30个夜袭兵，3人一组，带响箭，散到3里外各高点，不许接敌。发现瓦剌搜山游骑，只管往山谷西侧引。明白。周猛，神金银火铳手重新配火药，别用废铁砂，扫王进车上，拆下来再金银首饰砸碎，塞进去。拿金豆子崩鞑子，这买卖不太划算，但痛快。我要火铳一响，100步之内人马俱碎。得令。大人，咱们不直接突围？不，也先忙着清点战利品，忙着羞辱黄伞底下的皇帝。山里的残兵在他眼里只是惊弓之鸟，最多派100人队搜山。这场仗，我们拿鞑子的脑袋祭旗，拿他们的马肉充饥，拿他们的战甲补缺。500人虽少，但在这山林里，我们才是狼。来了！张铁锤，带盾牌手埋伏谷口两侧，等鞑子进了一半，给我擦进出口。是。周猛，火铳栓2翼斜坡。没见我手势，天塌下来也不许放空枪。是。陈百库，看你的了，带人去把他们领进来。大人放心，我这张老脸，鞑子看一眼就得追3里地。没有火力支援，没有无线电，只有500个被时代抛弃却不甘死去的孤魂。跑不掉的！这尽在镖驴。好啊，汉奴怎么不跑了？引火！有埋伏！快退！想走？问过爷爷手里的盾没有？老骨头们，杀贼呀！
我出手，第2轮。卑鄙的汉人！兵不厌诈，没听过。你到底是谁？大明秦烈。大人，咱们赢了，整整200个手机。陈百库，咱们折了几个？回大人，折了5个，伤了10几个。不碍事，5条命换200匹马和这些金铁甲，值了。秦大人，您说的对，跟着您，咱们这帮老骨头还能发光。这还不够，大人，咱们还要打。山里还有更多被打散的神机营士卒，更多绝望的边兵。我们要在天亮前把他们找到。接下来去哪儿？断崖边，接应神机营最后的残火。走马的上去，把马分下去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跟秦大人回家。宣父，咱们快回来了。乔福瑟是神机营火器手，不过领头的脾气硬得很，咱们的人刚靠近，他就叫嚷着要点火同归于尽。去看看，神机营的人这个时候还守着火药。站住！再往前1步，老子就把这头火药点了。哪个营的？领头的是谁？神机营右少中军百户柳成林。你是何人？王震的烟火的人，还是瓦剌的走狗？王震的首级就在我马鞍上系着，你要看吗？你真杀了王震？不光杀了，还拿他脑袋当军令旗用。刘老弟，你们守着什么宝贝呢？既然王震死了，这仗也算有个交代。可惜了，这些大家伙带不出去了。周猛，哎呦，刘老弟，你这是财神爷下凡啊！这几门运楼炮膛口还亮着，新货呀！亮有什么用？马没了，人也废了，没水没粮，守着火药等死罢了。火药没潮，没潮又如何？带不走。大明还没亡，神机营的火就不能熄。把你的兵归入我队中，我给你们马，给你们水，作为交换，这些火器关键时候要把鞑子的胆炸碎。马，秦大人，这方圆10里除了死马就是鞑子的快马，您拿神勋拉车。对，把刚才缴获的战马分出50匹，套绳拉炮，马肉分给刘百后的弟兄，每人3块，水袋也分下去，先活过今晚。若大人真能带兄弟们回关，柳成林这条命便是大人的炮灰。我要你的命干什么？我要你手里的炮能杀人。明白。贼歪说，这火铳膛压不稳，火影太长，骑兵冲锋时根本来不及开第2线。大人说的对，可这是祖宗传下来的知识，除了3段煞，实难有他法。3段哨太死板。如果把引火口做成漏斗状，再把火药预先用薄纸裹成药包，配合盾牌遮掩，装填时间能不能缩短1半？玉溪裹好火药，对，用时直接塞入，不再一点点倒粉。若用薄纸裹药，确实能省去倾倒火粉的功夫，只是纸张易碎，引火极快，稍有不慎便会炸膛。那就用蜂蜡静置，回宣州后再细改。眼下先做一件事，把实心弹退出来。大人这是要……我要他一响，对面30步内寸草不生。玩火，乃神机营是祖宗！不，大人，鞑子搜山队规模大了，200骑先锋离此不到5里，后头还有大股火把，怕是有1000人。来得正好，大人，那可是上千骑，500个老骨头，40个玩火的，要是被1000鞑子赶得就不回玄荒了，在这鸣鸡山找个坑把自己埋了。周猛、陈勋带步兵去峡口2翼高坡埋伏，石头滚木，有多少弄多少。是。柳成林，你的4抹蓄力炮是咱们的敲门砖，埋在葫芦腰土坡后，斜向上，水准谷中心。大人放心，管教他们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张铁锤带剩下的人守住谷口，是。所有马匹集中到谷底深处，听到炮响，顺古道向西突围。
今晚咱们不逃，咱们反列。大人，达子进山药了，你再等等。大人，炮已压实，不急。明军都钻山里去了，抓到一个赏一袋银子。明皇帝都跪了，他们还敢反抗？点火！点火！有埋伏！有埋伏！神奇营，火冲急射！放牧师！大人，达子后背想跑。跑？现在才想跑，晚了。兄弟们，该下山收人头了。随我冲上！护住将军！死！雷首已死，跪地不杀，犯人会妖法！好啊！我出手，最后击中。大人，赢了！大捷，这是真正的大捷啊！秦大人，老公服了，这哪里是鞑子搜山，这是咱们放火烧山！曹兵会把消息带回去，叶先很快就会知道，山里有一只杨牙的狼。张铁锤，清点缴获，马匹、铁甲、干粮、羽箭，凡是能用的，统统带走。大人，这火药加量猛是猛，就是炮膛裂了。回关之后，我要你弄出更响的家伙，只要材料够，直不给您整出新花样。大人，马匹清点齐了，整632匹胡马，都是精壮孔口外货。弟兄们正给马打枕套鞍，咱们现在也是骑兵了。还不够，600多骑还不够。在叶先主力面前，600骑还是宰杀。我们必须穿过明基山西侧鹰绸涧，才能甩掉后续大军。全军详填至马果堤，1刻钟后出发。大人，咱被咬住了，他们要把咱们钉死在鹰绸涧门口。那人是叶县麾下悍将阿速部首领，绰号铁袜子，躲得掉吗？躲不掉。那怎么办？正面刀穿！神勋，带200老骨头护住辎重和火药车，往堑口冲。是。周猛，我出手下马，携鸳鸯阵出行，盯在缓坡上。是。刘成林，剩下火器全压上，别省药。明白。张铁锤领300骑跟着我。去哪儿？给铁鹞子拔毛。好。汉奴，死来！大人，就这点本事？既至此矣。你想干什么？贼首已伏诛，谁敢言退？铁老子死了，那明军是魔鬼！跑！乱出风，一个不留！大人，您的伤！不要！陈勋，清点马匹。张铁锤，把完整虎甲都剥下来，给弟兄们换上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不穿这身扎眼的红甲。我们要扮成野仙的搜山精锐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合围里找到缺口。虎甲、虎刀、虎马，远看确实能混过去，不是混过去，是杀过去。大明的脊梁断在土木堡，就由咱们给接回去。全军听令，向宣府奔袭！
大人，外头不大对劲。今日午后收进来的100余人里，有几个硬茬，领头的自称保定侯府下将，也是个百户，单名一个严，正拉着几个军官叙旧。叙什么旧？说大人不过是宣府前卫总旗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还说圣驾蒙尘，大军溃散，这支兵马该由品系高者节制。还有呢？他们在张罗接管辎重和那几门运雷炮。走，去看看咱们的百户大人。诸位手足，军中规矩不能废。那姓秦的不过是个小总旗，凭几分运气杀了几个鞑子，就想在这儿称霸了。严百户说的对，我严中乃保定侯府出身，堂堂朝廷命正6品百户，由我领大家去宣府杨总兵才敢开门，跟着一个总旗，怕是要被当流口处置。所以辎重、火器、战马都该交由本官统一节制。如此，严百户好大的威风！秦总想，你来的正好，本官正与诸位兄弟商议，三军无主，本官天为百户，当暂代指挥之责。你杀王震有功，本官日后自会向杨总中为你请赏。现在交出指挥印信和那几门火器，退下休息吧。印信？怎么？你敢抗命？土木堡大营崩溃时，我只看见满地官服官帽，却没看见一个敢回头厮杀的百户。严大人，突围时你在哪儿？本官自是在护卫勋贵突围，休要废话。大明律下级见上级不拜是大不敬，乱军之中僭越指挥更是谋反之罪。大人，严百户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林外有瓦剌追兵，宣府城下有野仙大营，你接管这1000把人，打算怎么带他们活命？自然是去宣府，凭本官家门渊脉，定能叫开城门。至于火器和马匹，自当优先供本官使用。所以你是要拿这500个随我出生入死的老乡妹当垫脚石，换一个进城名额？那是他们的福气，能为本官效力，那是保定侯府的不是。严百户死了，谁敢动？大明律，你们跟我谈大明律。土木堡断水3天，这帮老家伙喝泥水嚼树皮，跟鞑子拼命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野仙铁骑冲阵，老子带兄弟们用生命堵缺口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现在仗打赢了，马抢到了，炮也有了，你们跑出来谈官职、谈人脉、谈福气。这是正一品全燕王震的脑袋，老子连他都宰了，还在乎多宰几个临阵脱逃、祸乱军心的杜重？刚才严中叫嚣时，谁附和了？这几个说大人是兵变逆贼，要抢火要撤，拉出来！大人饶命，我们受严重蛊惑，我父是京中御史，你不能在这儿，只有军法。从今天起，这支队伍没有勋贵子弟，没有门阀家将，只有一种人，能杀鞑子的兵。想跟我去宣布吃肉喝酒立功封豪的，留下；想玩官场心死卖友求命，这就是下场。誓死效忠秦大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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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家军，大人，严中等人的尸首怎么处理？马匹裹了，挂在旗杆上。我要让杨洪看清楚，来到宣府城下的不是讨饭的叫花子，是提着战力威慑来敲门的杀神。传令，拔营，全军快马加鞭。黎明之前，我要在宣母城下听那里的更鼓声。大人，瞧见了，宣府南门就在前头。这都快天亮了，城门怎么还不开？土木堡大营溃了，咱们杀回来，他杨孔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他不是怕救人，那他怕什么？怕城门一开，溃兵冲城，瓦剌鲜尾细作混入。他怕丢了城，也怕丢了他杨家几代富贵。走，让他看清楚，回来的不是流寇，是杀透土木堡的兵。止步！前方何人？再敢靠近，格杀勿论！举旗！我乃宣制前卫总旗秦烈，奉命杀敌突围而归，请开城门接应同袍。
大帅，瞧他们打扮，人人配马，却披虎甲，手里还挂着没敢血的人头。土木堡20万全军覆没，哪能出来这么齐整的兵马？怕不是野蝎派来专程的死士。本将乃宣府总兵杨洪，圣驾蒙尘，大敌在前。本将奉密旨，宣府四门闭锁，任何人不得入城，违令者统统谋逆。咱们杀了一路回来，他不开门。稳住！杨总兵，王建已复国，圣驾虽蒙尘，但大明军魂未散。我身后这些兄弟，多是宣府大同边兵，是长城根下的老骨头。他们杀透重围，拎着鞑子的脑袋回来，不是为了吃闭门羹的。这些是野仙精锐搜山队的首级，那颗是野仙麾下悍将铁旺子的脑袋。大帅，真是阿苏部的铁旺子。我等不求赏赐，只求回关休整。杨大人，开门！秦总旗，非是本将冷酷，土木喋血，天子蒙尘。野仙大军就在你身后3里，本将若开了这扇门，鞑子先尾而至，宣府城若丢了，你担得起吗？不开门，便是陷我等死地！收起火气！杨总兵，你怕野仙我理解，你怕丢城我也理解，但你怕龙椅上的人降罪，却忘了宣府城后的100万黎民。我们不入城也罢，但请杨总兵赐清水干粮，我秦烈就在这城墙之下，为你挡住野仙先锋。大人，鞑子来了，手术3千起。来得比我想的还快。全体下马，马匹集中中军，费城前阵。刘成林，迅雷炮压到最前，哪怕弹罢也要挡住第一波冲锋。是。周猛，鸳鸯阵，唐盾在前，枪手居中，我出手贴盾奉打，不许乱放，看我手势。明白。陈勋，带老骨头手侧翼，若被鞑子从边上凿开，咱们都得死在墙根底下喂狗。大人放心，老骨头断也不断阵。弟兄们，咱们回不去家，因为有人关了门。但野仙也别想带咱们走，身后是宣府，是大明的地界。今日若战死，咱们的尸首便是宣府的心想。大帅，咱们真不开门吗？传令3军战备，打落城下这支人马败部，立刻放箭开火。那城下这些兄弟，那是他们的命。陈百户，你带兵多少年了？22载了。22年，杀过不少鞑子，也见过不少跑得比兔子还快的上风。今日你看好，只要我秦烈没趴下，这面旗就不许倒。城门不开，咱们就用3000鞑子的血给宣府城上道旗。拿酒来！全军结阵，为城死战！长拍手，肩膀挨肩膀，死了也不许他。长枪手，枪尖出外，谁让马冲进来，老子先捅了谁。神机营，预备。大人，50步了。再等等。刘成林，送他们上西天。神机营，3段击，放！刺！弟兄们，鞑子也是肉长的，随我杀！疯！这支兵打疯了！不然3000先锋洪泽水来。那是铁衣子，挡不住的。怕吗？怕个鸟！能跟大人杀到这儿，值了。好。杨铁锤，带100个不怕死的给我反冲锋！大人，
咱们是步兵，冲重骑。重骑冲起来是山，停下来就是肉。他们要凿穿咱们，咱们就先凿了他们。大明宣抚卫总旗秦烈在此，跟上部主大人。大帅，开门吧，求您了，那是咱们大明的种啊！大帅，鞑子被打怕了，他们在退，他们真的在退呀！先撤出100步。杨总兵，这道棋我给你刷好了，你还要关到什么时候？开城门，放吊枪！大帅，关到尽头还有敌军！那是圣驾。真是皇上！城上的人听着，大明皇帝陛下驾到，宣抚总兵杨洪还不速速开门接驾？杨洪，阵在他们手里，阵好了，快开城门，接阵入城！臣宣抚总兵杨洪叩见皇上。可国法在上，臣不能开门呐！混账！你要抗旨吗？朕是皇帝，朕的话就是旨。叶县大汗说了，只要入城休整互通贸易，两国便罢兵言和。杨洪，你想让朕冻死在荒郊野外吗？大人，那是皇上啊！不，那只是野仙手里的一块挡箭牌。皇上已蒙尘，尔等还要跪进去皮囊到什么时候？前面的名人将领，你既自诩忠义，为何不引尔主入城？还是说你们大明臣子皆是见死不救之辈？你是哪里的总旗？你立了大功，朕许你封侯，快让杨洪开门！臣宣抚前卫总旗秦烈叩见皇上。好，快让他们开门！但臣请皇上记住一句话：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逆臣！皇上，您身后跟着的是瓦剌铁骑，您马前倒下的是大明血战而归的忠烈。您要开的不是宣府的门，是送给糊涂的大好江山，是让我宣府百万黎民血流成河的土场。放肆！这是天子，天子叩门，受辱的是大明祖宗。杨大人，皇上已经蒙尘，此时城下之人并非圣主，而是野仙手中的玩物。你若开门，便是大明千古罪人，九泉之下无颜见太祖皇帝。大帅，不能开门，真的不能开啊！不知死活的明珠，既然不肯开门，那就送你们皇帝归天！杨洪，救朕啊！开门！朕命令你们开门！刘成林，大人，瞄准！那是圣上，朕要开火！瞄准伯颜天木儿，不是皇上。杨洪不敢做的事，咱们做。只要伯颜天木儿死了，乱局之中抢回周琦者。皇上，臣受命镇守宣府，虎目之变，臣未能护驾，罪该万死。今日臣守的是大明门户，死的是微臣残躯。待臣杀尽胡虏，自会追随皇上于九泉，向您请罪。宣府将士听令，弓弩上前，神机营就位。呵，带上这个没用的皇帝，各回营地。杨洪，救朕！
咱们活下来了。活下来的，替死去的把路走完。后生可畏。今日若非秦总旗这一番话，老夫血列成了千古罪臣。杨帅言重，臣等都是大明士族，职守所在，不敢有违。秦总旗，随我入城吧。但你也知道，这只是开始，野县不会罢休。朝廷迁都油盐满天飞，这大明的天下怕是要变了。变了才好。若不变，20万冤魂谁来安抚？若不变，那个做过龙椅的人又怎会知道？全军入城！就是他们，在城下挡住3000鞑子。听说那个秦总旗当着皇上面喊社稷为重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？大人，秦烈带到。传。宣府前卫总协秦烈复命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土木堡溃败，3军易主，你杀全燕王振，这是其一；私自节制溃兵，形同叛乱，这是其二；城门之下当众斥责天子，乱我军心，这是其三。秦烈，你真当本帅的快刀杀不得逆臣？王振误国3军共愤，杀之是为大明除害；节制溃兵是为宣府留种，为大明守造。那斥责天子呢？天子叩门，那是瓦剌的刀。臣守的是宣府，护的是万民，开门即为卖国。杨帅若要杀一个保家卫国的人来全众议名声，秦烈这颗人头尽管拿去。放肆！好一个保家卫国，好一个社稷最重！秦烈，今日老夫若杀了你，长城内外的冤魂怕是要连夜敲碎老夫的窗户。梁军，取印信文书来。大人，这如今塞北兵荒马乱，圣驾蒙尘，大将军府印信已失，老夫以宣府总兵官配镇朔将军印，行临阵便衣之权。秦烈，听封。宣捕前卫总级秦烈血战杀贼，功勋卓著。即日起，越级提拔为宣捕镇署理千户，实授北门敦保守费。你带来的那些兵，变为靖瞻永卫营，仍由你统领。北门外赤城墩、独市口，随时可能有瓦剌大军压境，那里是宣府脊梁骨，丢了它，宣府就是死城。你敢接吗？人在，宝在。头儿，杨大帅怎么说？是要砍咱们，还是关咱们？没砍，给了个关。关？北门敦保，实权千户。以后咱们不叫溃兵，叫靖南永卫营。千户，总旗变千户，咱们这帮老骨头总算有名分了。名分是拿命换的。陈勋，去宣府武库凭文书领500领精铁扎甲，要正经苏钢货，别让他们拿江水指甲糊弄老子。再领火药300斤，铅弹2000发。是。张铁锤，去马市把几百匹胡马重新搭站。再去招募流民壮劳力，只要能拉开工，1天3顿稀的，1顿干的。头儿，您要扩军？不是扩军，是把命攥在自己手里。宣府城里不是铁板一块。大人，这敦宝火器太旧了，钥匙都裂了，强行起火，炸疼的比沙条多，枪杆也锈了。宣捕库房里肯定有存货，杨洪现在不敢不给，但他手下那些官油子未必痛快放货。
哪位是新来的秦千户？本官辅镇镇库千户钱粮寺吴德来交差事。秦大人少年英雄，杨大帅吩咐了，要拨给北门敦宝补给，清单在这儿，签个字或后头车上。精铁扎甲500领，怎么变成皮甲200？火药300斤，怎么变成朝货100斤？我要的苏钢战刀呢？秦大人刚来宣府，不懂规矩。土木堡一战，库房都空了，能给您弄到这些，还是看杨帅面子。您若不要，后头几十个敦宝等着抢呢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执事千户。吴大人，你可知这枪杆上的血是谁的？是瓦剌骁将铁娃子的。我杀他用了3招，一招断马式，一招破护颈，一招铁翼子是我杀的。宣府城外还有3万鞑子等着敲门，若鞑子冲进来时刀断了，军械配以失效。我保证城破之前一定先回宣府。我真想看看吴大人的心是不是黑的。秦千户有话好说，这库房确实紧巴，但我再想想办法，滚！大人这么做，怕是把宣府的官业都得罪光了。名分能换补给，换不来敬畏。现在是战时，杨洪需要我这颗钉子钉在北门，他们不敢明着动我。安迪呢？只要咱们手里有兵，兵手里有饷，这宣府天就塌不下来。柳成林，把2枚运雷炮架在东南角暗堡里，不要漏炮口。藏炮？对，鞑子冲阵，先放他们过100步，等进这道斜坡再平射。明白，这一枪能把他们掀个底朝天。张铁锤在，带人挖壕沟，不用太深，沟底埋坚木桩，上面铺浮土，让马一脚踩空，让他连人带马一起栽。杨帅给了咱们官，给了咱们营号，但这敦宝不是给杨帅守的，是给咱们自己守的。守住了，咱们是大明功臣；守不住，咱们就是土木堡20万冤魂里的一员。人在，宝在。这里的星光和500年后一样，可星光下的土地正在经历最黑的吞头。大人，吴德确实想办法了。说300担军粮送到，马车掀开，上头铺一层陈米，底下全是发霉骨核和陈年砂石，战马闻了都涕草，人吃了就是催命符。这狗官是要逼咱们死！饷银呢？提都没提。吴德说京城大乱，饷银路上被瓦剌劫了，让咱们自筹。自筹去哪儿筹？去关外抢鞑子，银子现在也缺粮。他们觉得咱们是朝不保夕的死囚，没必要在死人身上费钱了。大人，那怎么办？吴德不给，就找愿意给的人借一借。您的意思是，城里那几家商户打着皇商旗号，私下和瓦剌做皮毛藤铁生意，野先大军叩门，宣府百姓提心吊胆，他们却把粮食生提往关怪运。这种通敌卖国的财，他们发的，咱们就拿的。可没公文明目，边军动富商，要是捅到杨帅那儿，明目，老子的刀就是明目。陈勋传令，靖丹一营带麻袋跟我进城巡防，兵不卸甲，敢泄密者斩。快点，天亮前必须过北边小道。这批商铁和精米那边指明要的，出了岔子，你们全家都得变肉泥。锦衣卫办案，通敌者格杀勿惮。你们是谁？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宅子？吴德大人和十字兵可是这里常客。常客，那就让他们明天来收账。通敌卖国，铁证如山。大人饶命，误会，这是给吴德大人备的贺礼，不是卖给鞑子的。吴德在老子这儿后抬这么大的脸，搬1粒米也别给这卖国贼留下。没事，告统领者。我们活过来了。弟兄们，
这碗里是商人的不义之财，也是老子拿脑袋给你们换回来的买命粮。吃了这顿饭，你们的命就是老子的。武德德不降，老子给；朝廷不给甲，老子。但有一条，谁敢在战场上拉稀摆带，老子不按军法，老子亲手收拾他。听白了吗？明白。头儿，这米真香。吃饱了，待会儿把壕沟多挖3尺。我就知道头儿的饭不好白吃。杨帅，你要为北镇做主啊！秦烈昨夜马踏商府，强梁劫财，无法无天。他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大人您这位统帅吗？他说是锦衣卫办案，搜出通敌卖国证据。那是他胡诌，上阵才是正经皇商。正经商人会大半夜往关外运蛇铁？武德，你当本帅在宣府待了30年，是白待的。收了商府多少贿赂，敢来本帅这里颠倒黑白？大帅，卑职秦烈这把刀也是本帅钉在北门，谁敢弄断，拿全族人头来换。去告诉商振才，本帅留他一命还有用。是。另外，我给北门敦宝那批美米，你自己处理。既然秦烈2米折成铜金亮黑火药弹，今日落前送到。大人，这晚一刻，你自己去北门敦宝给秦烈解释。卑职这就去。大人，这些生铁杂质太多，土法熔炼只能勉强做水刀，要修运力炮还能弄死铜。火药呢？库房就要不行，配方太粗。照这个是。颗粒火药，消硫提纯。以前那种面粉一样的火药，受潮即废，射程也短。咱们要的是颗粒火药，给你3天，先弄出一批能把瓦剌重甲崩碎的小豆。大人放心，只要材料够，我柳成林拼命也弄出来。酒擦伤口疼，但能防脓肿，这叫清搓。大人，啥叫清搓？就是让你别伤口烂了，没死在鞑子刀下，却死在自己脓斗里。战场上一半弟兄不是当场死的，是伤口烂死的。从明天起，静安营每队设2个卫士兵，专门包扎和消毒。头儿，这烧酒这么烈，喝了多好，擦伤口多浪费呀！喝了那是马尿，救命才是神水。老子辛苦抢来的好酒，不是给你们这群憨货买醉的。大人，杨帅派人送火药来了。哨马撒出去了吗？撒出去了。按大人的意思，不再是100人哨，3人一组，互为一托，前行刺屁事呢！吃饱喝足，也别忘了把刀磨快。野仙那头恶狼，大概已经嗅到咱们这儿的米香味了。大人，今日撒出去的3组哨马，回了2组，剩下1组呢？张大牛那组过了申时还没烟讯，他们是咱们靖丹营里脚力最稳的3个弟兄。回来的2组怎么说？没见大股敌军，但白杨口南侧堤堰很乱，草径也被人动过，像是有人故意把路封了，不让我们看见后头。不吃肉，不剥皮，杀狼干什么？怕狼乱叫惊了人。瓦剌惊手。野仙在土木堡大胜，气焰正盛，他弟弟伯颜丢尔那头狼崽子绝不会让宣都安稳。陈勋，守好堆堡，若变红烟，立即封门，俨然烽火。是。铁锤，点5个最能前行的弟兄换瓦剌皮甲，带短弩和金刚匕首，跟我出城接应大牛府。头儿，您千金之躯，犯不着亲自作案草泽子吧？哼，屁的千金之躯，在老子这儿，当官的冲在前面是规矩。瓦人的哨马是狼，老子今天教教他们，在这片地界，谁才是真正的猎手。停。最后问一次，宣府北门火器哪儿来的？杨红那老东西死没死？那是你爷爷亲手造的。
你不是一般军卒，你是谁？取你命的人。头儿，我就知道你会上来。少废话，带上弟兄，立刻撤。我言铁马尔亲赐，3日后血洗石门沟。石门沟，北门敦保侧方不足无力，宣府盆地咽喉。铁锤，处理尸体，别留下践踏。是。大牛，还能走吗？能。大人，您这是？金乌说。让开！别过来看。博铁木儿的先锋眼皮蹄子底下，咱们撒出去的哨马只是开胃菜。3000精骑，大人，靖丹营满打满算700号人，还得守对堡，野战冲锋就是给人家塞牙缝。谁说要野战冲锋？那咱们咋整？死守？死守也守不住。程烈，我让你弄的东西，这2天能出多少？新火要出500斤，颗粒均匀，威力比库房淘货强3倍不止。铅弹也铸好了，按您说的，加了点狠料。好。博铁马尔觉得宣府是块已经咽下去的肥肉，觉得咱们这些溃兵只会缩在城墙后发抖。那咱们就给他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。大人，要不要先等杨帅救兵？公文要发，但救兵指望不上。等宣府大营那帮老爷磨蹭完，咱们的脑袋早被也先拿去盛马奶酒了。那头，您说怎么干？明天开始，兵不卸甲，马不解鞍，从城里请来的泥瓦匠一个都别闲着。站好，把面，交叉火力。交叉火力，让达子以为自己冲的是一座破堡，实际钻进的是一张活网。伯言他把满嘴狼牙都崩飞在石门沟。秦大人也来了。头儿，这壕沟挖成弯的干啥？让骑兵进来时看不清里面有什么，等他看清就晚了。炮放这里，不止这里，东阳角一门，西北马面一门，火冲手埋在2侧，等他们进沟，三面齐打。这打法，达子没见过，没见过才会死快。杨红老了，他的兵也怕了。3天后，我要踏入宣府，让全城知道抗拒瓦剌的代价。大人，那北门敦堡不过几百残兵，真值得亲自动手？越是被狼咬过的羊，越要先除掉。那个叫秦烈的名人，坏了我们2次事儿。这次，我要亲手取下他的首级。一个破敦堡也敢挡我瓦剌3000精骑？有沟，前面不是平地吗？不对，这不是鸣人的旧堡。树崩了，放！撤，快撤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大人，弟兄们手都磨穿了，好好一片平地，挖成这鬼样子做甚？达子还没来，咱们自己先掉坑里了。你们现在骂我，等达子来了会谢我。这地沟还能咬马腿不成？能。瓦剌骑兵冲锋，靠的是马蹄惯性和箭矢压制。这里太平了，他不撞墙也能绕着敦堡兜圈，把城头火铳手射成刺猬。那咱们就把墙修高点，墙高，死角也多。
大明敦宝多为方阵，墙根下全是死角，达子贴到墙根，城头火炮就打不着他。若我把马鞭台斜着突出去，左右两边火力便能交叉。他进了这道沟，面对的就不是一面墙，而是3面火网。这玩意儿真能行？这叫冷宝。老祖宗留下的马面战法，我只是给他多添了几个棱角。大人，马面台咱们宣府也有，可您这台子修的又尖又斜，还不修成垛，达子若搭梯上来，咱们连个挡箭的地儿都没有。不需要挡箭，灵宝不需要高，只需要厚，斜度要大。达子的炮子打上来只会滑过去。那承担呢？承担挡箭也挡视野。我要的是绝对视野，只要火网铺得够密，达子连搭梯子机会都没。大人，碎石和糯米浆拌好了，都备齐了。只是这糯米浆金贵，弟兄们喝粥都舍不得，却拿来浇墙了。别心疼那点粮食，墙厚1分，弟兄们的命就长1寸。听见没有？命长1寸，接着挖！张爷，你刚才不是骂得最凶吗？老子骂归骂，谁敢偷懒，老子先抽谁！抱不住，达子的钩索真爬不上来。这哪是手宝？这分明是摆了个肉磨盆，磨的不是肉，是瓦剌人的蛋。伯颜帖木儿的3000精骑不是蠢货，那是野仙手下最骁勇的狼，所以这一仗不能只挡住他们。大人的意思是要打疼他们，疼到他们以后看到宣府2个字，就先想起这座宝。全体归位，我双手剑站好，我要捅不许露头。刘成林，你的虎盾炮吃饱了吗？大人放心，每门炮为了5斤碎铁子儿，要是刚出炉的颗粒药，保管让那帮达子尝尝什么叫铁扫帚。张爷，这布条真能救命？头说能就能，万一不管用呢？那你就别中箭。头儿，达子到了，不许点火，不许放箭，把他们引到马面台之间的夹角里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宣府这根骨头哪怕烂了，也能扎碎他们的喉咙。明军这2日在土里钻来钻去，像一群快冻死的土拨鼠。大人，前2日哨马折损不少，会不会有诈？折损几个哨马，就把你吓住了。这座敦宝已是囊中之物，传令不必下马。是，不必下马。一波再射，封死城头，直接撞开木门。封死城头，撞开木门。50步。那是什么？枪怎么长出来了？中计了！撤！放！放！打中了！真打中了！别喊，装药。是。火力没断，真能不断。3段击练得还不熟，但杀人够了。这些民口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火药？下马，布下登城。他们人少，耗也耗死他们。贴墙贴上去，他们就打不着。够不住，这墙怎么滑得像冰？是。刘成林，换毒烟弹。得令。眼睛，我的眼睛！张铁锤在，带长枪队顺着战壕清场。长枪队跟老子走！
头儿，咱们赢了！3千旌旗啊，咱们才700人，他们真被咱们打退了。陈勋，记下，靖南永卫营第一战，斩首1200，获马匹300。是，头儿，咱这骨头真扎碎他们喉咙了。还不够，伯颜贴木只是开始，这种新防御会吓到瓦剌人，也会惊动自己人。大人是说总兵府？杨红不是瞎子。大人，库房里剩下的火药用光了，全用光了，一粒都没剩。用光了就去抢去造。现在杨红该坐不住了。头儿，大子动了。多少？不是大主力，像先锋千人队。伯颜还不死心，大人要不要先开炮？不，传令下去，全体噤声。马昭领兵显末，谁若弄出一丁点响动，自裁。这帮悍奴吓破胆儿了，城头一盏灯都没有，火门之后鸡犬不留，冲过去！大人，近50步了。起！起！那是什么？一排，放。2排，进。放。他们怎么还能放？明刀火铳不是打一轮就哑了吗？这就是3段溪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让他们连喘气的空档都没有。要是没炸，颗粒要真神了！别废话，继续喂炮。是。不要乱，下马，贴身杀过去。张铁锤在，长枪队清场。长枪队跟老子杀！头儿，你看那个！大人，追不追？这帮鞑子胆儿都吓破了，杀出隘口，狠狠干他一把！不追，为何？伯颜贴木的大主力还没露头，咱们这点人马出去就是送死。咱们这一战不是为了杀光瓦剌人，是为了立军纪。今日你们亲眼看到了，瓦剌人的皮甲挡不住火铳，他们的战马跑不过子弹。只要阵型不乱，只要手里有火药，草原上的狼也就是一群待宰的畜生。人在宝在，人在宝在。从今往后，火器就是靖南营的胆。谁再敢说火器是奇迹未除，就把今晚这一地狼骑给他看！一看，一看，一看！大人，此战斩首400余级，生俘30余人，缴获战马200余匹。这回伯颜贴木耳那张脸，怕是要被抽肿了。不够，这只是一记耳光。我要的是，让他们再不敢轻视大明火器。大人，这几只冲裂了，要是也有炸的，全部花了重重。那虎盾炮呢？连夜检修所有虎盾炮，再改清线。还要清？阿慈，咱们不光要守，还要带着他们去草原来讲讲道理。属下明白。这一声枪响，只怕不止惊动了伯颜贴部。我知道，不出3日，宣副总兵府的杨洪，还有那帮盯着我的官僚，都会知道北门敦堡里出了个玩火的疯子。头儿，那不是麻烦吗？我要的就是这个麻烦。收兵。父亲，秦烈在北门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了。伯颜贴木儿的先锋千人队折了一半在石门沟，如今瓦剌人已经视北门敦堡为眼中钉。哼，折了一半，你是想说一个总旗带700残兵打疼了伯颜贴布尔？卑职不敢小看他，只是秦烈如此张扬，虽守住了隘口，却也把伯颜的狠劲儿逼出来了。若伯颜贴木倾巢而出，北门那700残兵怕是弹指间便会化为齑粉。弹指间？你小瞧的总旗了，那些古怪攻势，还有那3段射，本帅从军40年，从未见过。
这是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疯子。那咱们是否拨兵增援？不增援，命秦烈虎守北门敦堡。吾本帅亲笔手令，不得出击一兵。父亲，他刚立大功，若此时困住他，会不会寒了将士的心？他是奇才，但也太狂，得让他知道这宣府镇到底谁才是主。困他几天，磨磨性子。是。秦烈啊，秦烈，你这把刀锋利是锋利，可刀若不握在本帅手里，便会伤主。大人，这东西是从瓦剌少马首领怀里搜出来的。这是瓦剌的粮道，不是普通粮道。叶县大队主力往京师压，伯颜铁部留在宣北县咬我们。可他的后勤辎重还落在黑龙口，黑龙口是死胡同，大雪封山，马车走不动。现在那儿积压了少说100余辆粮草车，那是伯颜的命根子，也是咱们的机会。大人，总兵府急令。大人，杨帅令咱们虎守北门堆堡。还有呢？吾杨帅亲笔手令，不得擅自出击一兵一卒。大人，那黑龙口固守，守到粮尽弹绝，等伯颜铁木儿吃饱喝足，再来拆咱们的墙。大人，这是杨帅军令，将领在外，军令受不受，得看那道令能不能保命。陈勋，去把柳成林叫来。大人要做什么？去黑龙口烧伯颜的饭锅。大人，您要的加料火药成了，里面掺了商府里搜出的白磷和硝银，只要炸开见风就着，血水都浇不灭。血水都浇不灭，不止浇不灭，还会越扑越乱。只是这玩意儿性子烈，带在身上得千万小心，可重了，可能自己先炸。你管这叫成了？不烈，怎么烧瓦剌粮车？够用就行。大人真要夜袭？不是夜袭，是奔袭。50里雪路，3更出发，天亮前打完。大人，50里雪路在火雷关长途奔袭，稍有不慎便是人马俱毁，所以只带300轻骑，人少才藏得住，马快才回得来。那属下明白了，今晚这场烟火得放大些。粮车、马厩、箭矢、冬衣一样都不能留。头儿，杨帅让咱们守着，你想守？不想，那就上马。弟兄们，杨帅让咱们守着这破土墙等死，我不答应。野先想去北京喝大明百姓的血，我就要让他前线连口热汤都喝不上。马蹄裹步，闲慢而行。这一战，咱们去黑龙口放场烟火。愿随大人赴死。我不要你们赴死，我要你们活着回来。出发。头儿，这雪路真能走？能。咱们若迷路呢？你会，我不会。张爷，你马稳点，别撞我！你离老子远点！抱着一身雷还敢挨这么近，这是宝贝，炸了也是宝贝，炸瓦剌人，炸咱们就是祖宗。大人，前头就是黑龙口。名人胆子都被打没了。听说北门那帮汉奴会挖沟，挖沟有什么用？等伯颜大人整军一到，把他们连人带土全填了。第一队，你带队负责投火雷罐，专炸粮车和马厩。明白。第二队，张铁锤带队火冲压制。得令。我带第3队，直取敌营中军。大人，风急，正往营里吹。正是放火的好时候。靖甲永卫营冲阵！水灭不了！明军西营！测量车点臭了！不要恋战，我是起来就撤。稳住！明军人少，回上去！陈勋在，带一队人往谷口冲，造出突围假象。北直领命。就是现在！汉奴受死！
再起一斩，把烈败了！全部让死倒了，让死倒了！杀了这帮畜生！大人，那边有情况。兄弟们，不回草原当奴，不当奴！土木堡残部，火势起来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包岩主力可能要回援。转向，救人！明军来了，航车队压上去！你们是哪一路明军？能带你活着出去的明军。能跑得上马，不能跑得两人带一个。大人，两营外还有瓦剌主力。我知道。那您还救我们？穿了鸳鸯袄就是大民兵，大民兵可以战死，不能被人牵回草原当畜生。大人，我眼主力离这不足5里，再不撤，咱们就得被在在山丘下的弟兄，撤入乱石滩。走。秦烈，我要剥了你的皮！骑兵，娘的，50里血路，烧了粮，还救了人，这辈子没这么痛快过。痛快是痛快，就是火炉罐全没了，命还在就行。你懂什么？那都是我的心血。那下次你抱着他们睡。哪个营的？喝。回大人，卑职阿木尔原是神机营3000营一从官。一从官，这是卑职几个同乡，土木堡一战，主帅跑了，咱们被围在死人堆里。瓦剌人没杀我们，说是同族，要把我们带回草原当奴隶，给他们驯马。刚才若不是大人，多谢大人救命！都起来！在大明这块地菜上，穿了鸳鸯袄就是自家兄弟。阿木尔，我听闻义从官不仅识马性，还能在百里荒原中寻水觅草，可是真的？那是保命的本事，要有一口气，只要胯下还有马，我们就跑不丢。只是咱们如今这副样子，哪还配得上3000营这块牌子？配不配，不是死人说的，是活人做的。这些弟兄原本也是被瓦剌人追得满地爬的逃兵，我给他们火药，给他们肉食，教他们杀人的规矩。现在他们敢在雪夜奔袭50里，烧伯颜帖木儿的粮草。宣府现在是一座孤岛，杨洪老了，文官怕了，只有我秦烈还想在长城外扎下一颗钉子。我缺眼睛，却能把战马养得比饿狼还快的马厾，却能在茫茫大雪里带路的影子。大人若不嫌弃咱们这身烂骨头，阿木尔这条命便是大人的。哪怕回不去京师，死在边关，也好过回草原当马奴。好，跟着我，不保证能长命百岁，但能保证死得像个爷们儿。卑职愿为大人带路，愿为大人受死。娘的，风太大，吹得眼睛疼。杨爷，你哭就哭，老子那是硝烟晕的。大人，天亮前必须翻过这道岭。伯颜追来了，黑龙口的火，几10连外都能瞧见。伯颜不可能不追，怕是也要翻天了。翻天就翻天吧，这大明的乾坤早就该翻一翻了。阿木尔，卑职在，你带路，绕黑山峡回敦堡。大人放心，那里地势险，瓦剌骑兵不敢深追。卑职领命，上马。伯颜，这一把火也是开始。这匹不能再跑急路，蹄地裂了。这匹能留作斥候马，耐寒，胆子也稳。今年建宁一支新的骨架正在生长。大人，宣府那边的客到了。杨洪，杨总兵亲率500亲卫，离堡不足3里，看旗号是正儿八经的帅将。黑龙口烧了瓦剌人的命根子，伯颜帖部现在怕是在草原上疯了似的找我。杨洪若再不来，这宣府总兵的位子也就坐到头了。可咱们私自出兵，是犯了听调不听宣的大忌。大人，一会儿杨帅若是问责，问责？他若真要问责，带几名牵兵便可。那500亲卫，那是来看场子的。他想看看这北门敦堡到底是我秦烈的死地，还是他杨洪的屏障。开堡门，迎帅。
秦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末将秦烈参见总兵大人。本帅命你固守敦保，你竟敢夜袭黑龙口！你可知伯颜贴帛的3000精骑就在石门沟外？万一你那300人被围，北门失守，瓦剌人直取宣府镇城，这掉脑袋的罪名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杨帅，固守是为了待援，你还敢狡辩？可宣府现在何处有援？京师危在旦夕，若我等一味龟缩，等伯颜贴木吃饱喝足，用我大明的粮草披我大明的棉袄来攻征，那才是真正的必死之举。好一张利嘴！那他们又是怎么回事？私收俘虏，且是蒙古一从，按大明律，你这是通敌。杨帅，边防重地，风大绝景，末将在官厅里备了些野菜团子和烧子，不如咱们进去慢慢谈通敌的罪名。哼，本帅倒要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话来。说吧，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战地外伤清操与缝手法。这是什么？末将在北门这些日子琢磨出的2样东西。这是你写的？是。还有这本土木堡之败，我军半数伤员并非死于战场，而是死于庄口溃烂。用烈酒擦拭断刃，以桑皮线缝合皮肉，再保持创口清净，10人中可活10人活7。若有足够烈酒与干净布料，能更多。这些惊世骇俗的东西，你一个总旗出身的后生如何知？生死之间必有艺术。艺术？末将逃出土木堡时，曾得一名神机营垂死老将传授，又在这些日子的血战中摸索改进。杨帅，秦烈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宣府弟兄们能少死几个，多杀几个鞑子。你夜袭黑龙口，不仅断了敌粮，更关键的是带回那几10个3000营一从。是，他们是草原上的活地图。你想要兵权，想要在北门做大，末将想要的是宣府的生计。说得好听，伯爷帖木儿吃了闷亏，必会报复。北门敦保是宣府门户，末将在此是为了给杨帅打刀。只要北门不失，瓦剌人就永远不敢放心大胆的去寇宣府东城门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挡刀！秦烈，你这后生心气比天还高。你想让本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在这里听调不听宣，对吧？秦烈，本帅可以当没看见你昨晚出兵。那几10个义从，本帅也给你报个阵前收编的名分，但你记住，宣府是我的宣府，你若把这道门弄丢了，本帅亲手拧下你的头。宋帅，哼！大人，成了。杨洪老了，他需要有人替他这场打不赢的仗。从今天起，这北门敦保才算真正姓秦。柳成林在，按我册子里的配比，把所有火药重练。所有，那药性会更猛。我要的就是更猛。张铁锤、阿木儿在，微臣在，带上弟兄们去石门沟外设伏。又要再打子？我要让伯颜帖木儿知道，宣府的血不仅冷，还能杀人。大人，鞑子来了。奇怪，没提没撤，他们想干什么？銮驾，大明銮驾！城上的名将听着，大明皇帝陛下有旨，尔等身为臣子，见驾不跪，竟敢修筑妖雷，阻挡圣驾回归！去你娘的圣驾！俺们只知有个被俘的皇帝在塞外吃沙子，闭嘴！不知有什么圣驾能带着鞑子来夺自家关口。真是正统皇帝！拿上来。大人，朕乃天子，陷于虎狼之穴，日夕思归。尔大边将，身为臣子，当体朕之苦楚。叶先太师已有许诺，若能献宣府北门，保朕入城，朕定不吝封侯之赏。若执迷不悟，误朕性命，尔等皆为乱臣贼子，九族同诛。大人，若是不从，日后朝廷翻旧账，咱们这颗脑袋体朕苦楚。弟兄们，你们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？这位坐在马车里的天子，正求着咱们开大门，把300里宣府防线拱手让给瓦剌人，听到了吗？开城跪迎圣驾！土木堡那天，你们的同胞兄弟死在泥潭里的时候，这位天子在哪儿？黑龙口那天，阿木尔他们被拴在马后当牲口拖的时候，这位天子又在哪儿？
他在写这封血书，盘算着怎么拿宣府百万百姓的命换他回京继续做那张龙椅。朕乃天子，这天下是朱家的天下，更是百姓的天下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从来不是让皇帝带着贼子来敲自家的大门。你敢烧天子血诏？城下的听着，臣大明靖丹营千户秦烈，今日领旨，领的是宣府百万百姓的命旨，守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边墙。臣只知宣府有百姓百万，不知塞外有叩门天子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传令下去，火冲上膛，炮手校准。得令。只要瓦剌骑兵进入50步，不分官阶，不分身份，一律格杀。大人，我营听门动了。他不敢攻城，为何？他只是想看看这北门墩堡里住的是人。今日他看到了，咱们是狼。大人，您真的不怕死后入不了祖坟吗？若这长城丢了，咱们连这把烂骨头都留不下，还要什么祖坟？大人，该歇了。阿木尔刚在雪地里套着的野兔，专门给您炖的。陈勋，你说明儿个野仙会干什么？血书没讨到便宜，野仙必然知道堡里有高人，所以明面上硬攻不划算，暗地里怕是要动刀子了。细作，宣府镇里多的是想拿咱们人头去向野仙讨赏的汉奸。咱们烧了黑龙口，不仅断了瓦剌的粮，也断了镇城里几家豪绅的财路。那帮人可比鞑子狠毒。让他们来吧，正好我这境前营里还缺几个立威的靶子。大人，阿木尔送来的消息说，这几日堡里几名负责火药库轮值的军校跟镇城德宝斋掌柜走得很近。昨夜有人瞧见他们在后角门枯井边递了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沉甸甸的，像纸巾。领头的叫王大友，前年从保定府调来的老兵，管着3号火药库。德宝斋，大人知道，宣府前粮官吴德的表亲开的。这帮人正面攻不进我的灵堡，就想从里面炸了老子的命根子。大人要不要先索人，交给杨帅处置？交给杨洪。杨洪现在正愁没法平衡各方势力，交给他，王大友会按律问罪，可背后那帮豪绅只会觉得我们防务管束软弱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边防守备必须严明军纪，这防务漏洞得咱们自己查清楚。秦奸细也是，非得跟天子作对，非得跟吴大人作对。炸了这儿，新来的千户发双倍粮饷，老子也不用在这破地方吃风沙了。王校尉，深更半夜是要给老子加点料，还是想送兄弟们一起上诉？大人饶命，卑职只是来看看火药受潮没。受潮？这玩意儿点起来，怕是整座墩堡都得送上天。王大友，保定府人，家里还有个6岁的小儿子，对吧？吴德给了你多少？50两，一座宅子，还是答应你回镇城享福？大人，卑职一时糊涂，是他们逼我的。那些大老爷说，只要炸了这儿，大人您就会被治罪惩治，到时候新来的千户会给咱们发双倍粮饷。双倍粮饷？那是买你全营弟兄命的钱。人抓全了吗？回大人，一共5人，皆在辕门外拿下。德宝斋派来接应的教书先生也被阿木尔在雪窝子里逮住了，搜出一份名单。很好，看来想让我死的人比瓦剌人还要急。弟兄们，昨晚有人想送咱们上路。什么意思？谁敢害自己人？这5个人受了镇城豪绅的赤金，想在昨晚炸了火药库。若他们得逞，此刻站在这儿就不是700个活人，而是700个冤魂。咱们在前面杀鞑子，后面有人捅刀子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杀！好，军中自有法度，但今日我不用普通军法。他们想用火害死全营弟兄，我便用火给全营立规矩。大人，此举过烈，杨帅那边怕是不好交代。老陈，你记着，宣府文武百官都在看北门，看我秦烈。我若杀得轻了，
他们会觉得我顾及官场情面，只有杀得让他们做噩梦，他们才敢在动歪心思前先掂量自己的脖子够不够硬。行刑！张铁锤在，带人把这5人送到宣夫镇城北门外。明白。铁榜文：凡夺我军功、乱我军心、害我袍降者，死为榜样。若镇城守军阻拦呢？阻拦者，统统共犯，就地拿下。这是王大有，疯了！这个秦烈彻底疯了！去总兵府，快去总兵府！帅爷呀！那秦烈公然滥用私刑，草菅人命，还把尸体挂到城门口，这是在打帅爷您的脸啊！滥用私刑，正是，他这是无法无天。秦烈送来的密信里还有一份德宝斋的供状，吴大人要不要本帅把那供状当着全府官员的面念一念？回去告诉那些人，秦烈这把刀现在是本帅手里最快的一把，你们想折了这把刀，也得看本帅的脖子愿不愿意凑上去。父亲，秦烈此举太烈，会不会养虎为患？虎若能咬瓦剌人，就先让他咬。至于以后，洗心工程。刘成林，在，尸体清理干净，在这里按我的图纸挖一个更深的地下作坊。地下作坊，颗粒火药产量要翻倍。另外，去镇城那些废弃破庙里，把所有铜钟都给我弄来。铜钟，大人，那可是犯忌讳的，毁佛助兵，这佛祖管不了瓦剌人的铁器。我要用这些钟给弟兄们造一种秘密武器。啥秘密武器？一种能让鞑子骑兵做鬼都想做的东西。从今日起，靖南营只有一条军规：前面杀敌，后面护袍妹。谁敢在自己人背后捅刀子，我秦烈第一个送他上路。得令！刘成林，东西呢？大人，成了！照您的法子，第一批诱虎成了。诱虎？这黑不溜秋的玩意儿，你敢叫虎？你懂个屁！他要是一吼，鞑子的马腿都得软。大人您瞧，身子缩短了3寸，皮厚加了2分，最要紧的是这爪子，扣进地里，后坐力能压住，架得快，收的也快，比救虎蹲炮灵活多了。是炮了吗？是了，铁了大人新制的颗粒药包，一炮下去，50步内木塔全碎。这是什么？大人非要加那些铁蒺藜和烟球，这打法委实有些阴损。战场上只有生死，没有阴损。瓦剌人的马蹄踏在大明百姓胸口时，可假过人意。卑职明白。这种炮，我要30尊。30尊，半个月内齐装。大人，镇城破庙里的铜钟已经搜刮干净了，再要住怕是得动杨帅府里那尊。只管住。这东西是靖团营的底牌，除你这间作坊，严禁任何人靠近。违令者，怒招还空着。卑职明白。两眼闭什么？鞑子砍到你脸上，你也闭眼等死！出来！这才像个人。大人，这种练法，兵士们私下怨气不小。有怨气是好事，有怨气说明还有气性。可这几日盐巴不够，野菜团子淡得像雪泥，弟兄们体力也跟不上。严的是，我让阿木尔去山里寻咸水泉了，告诉他们，想吃肉，想拿饷，半个月后去活岩铁本那里取。大人，这虎崽子沉是沉了点，但使着真顺手。刚才试了一炮，铁皮一飞出去，把老树皮都刮干净了。这要轰进鞑子人堆里。别光顾着嘿嘿，从今日起成立诱虎哨，你带队。我10天内把这些新兵练到能快速部署、择距、3轮齐射，再背炮撤离。做不到，大人把俺点在木桩上。这可是你说的。3000营的弟兄练得如何？大人神机妙算，有了这铁掌，战马在冰面上也能奔袭，且不伤蹄。弓马呢？马术没丢，只是弟兄们长期没吃肉，硬弓暂时拉不开。无妨，靖他营不靠弓箭杀人，你们的任务是作为诱虎的腿。腿？火炮部署到哪儿，你们就护到哪儿。炮响之前，你们就是诱虎的牙脚。卑职明白。报！大人，北边出事了！不言铁木尔动了。是，就在30个外的青山口，有一支去镇城换粮的流民队伍，被瓦剌小队哨马围了。多少人？ 10几个，有老有小。鞑子没急着杀，正拿他们在雪地里耍赶羊。
他们故意不杀人，就是想引咱们去救。大人，去吧，正好拿着虎崽子开荤。不可，你拦我做甚？这是明摆着围点打援。伯颜帖儿在青山口周围必然埋了伏兵，就等咱们出宝。青山口地势陡峭，两翼多乱石，大队骑兵施展不开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伯颜不是想引我救人，他是想试探。试探什么？试探黑龙口烧他粮草的人到底还有多少家底。那救不救？救，但不能按他的法子救。既然他想看我的家底，我就送他一份大礼。大人神机妙算，有了这铁掌，战马在冰面上也能奔袭，且不伤蹄。弓马呢？马术没丢，只是弟兄们长期没吃肉，硬弓暂时拉不开。无妨，净坛营不靠弓箭杀人，你们的任务是作为诱虎的腿。火炮部署到哪儿，你们就护到哪儿。带上6尊筑好的诱虎。得令。阿木尔，带3000营一从。在。今夜去青山口遛马。好啊！汉奴怎么不跑了？北门那帮明军呢？不是很能打吗？怎么不来救？还没动静。回统帅，北门敦宝死寂一片，并无一兵一卒出动。难道那个秦烈当真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汉奴被凌辱而死？也许他怕了。他若怕，就不会烧我黑龙口。再派烧马去敦宝门口喊阵。是。我倒要看看烧我粮草的疯子究竟是猛虎还是缩头乌龟。来了。传令，第1、第2千人队合围，放过前锋，切断他们后路。那是什么？有虎哨，开荤！火炮！明军有火炮！不对，火炮怎么会在山上？救人！军爷，救命啊！别喊，跟着走。虎盾炮不，虎盾炮哪有这么快？统帅，是满山的火雷！追，给我杀光他们！人呢？秦烈！大人，咱的主力追上来了！追吧，追得越急，摔得越惨。头儿，要给他们留点见面礼不？留，送你们几个热乎的。脚下有雷，不能追，不能追了！多谢军爷，多谢秦大人。活着就行。大人，咱们这次只杀了几10个哨马，却暴露了诱虎炮，你觉得亏了？属下觉得有些可惜。不亏，这一仗不仅是试炮，更是立信。立信，我要让宣府方圆百里的百姓都知道，北门敦宝不吃人，北门敦宝救人。有了这些人心，咱们这里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矿工、工匠和兵员。看到没？昨晚那6炮响了之后，他们的腿不抖了，眼不闭了，这才是我要的钢铁。大人，昨晚验报效果比我想象的好，能不能再给我批点药料？去杨帅那里报。怎么报？就说北门大捷3手战战马20，让他把镇城里的硝雨救红旗和可用药材都拨过来。杨帅若不给呢？告诉他，下次伯颜帖木儿的血书，我就直接转寄到他总兵府案头。秦烈若是不除，宣府北线便是咱们的坟场。统帅，他不过几百兵马，几百兵马，黑龙口、青山口、石门沟，哪一处不是被这几百兵马咬下来的肉？不再试探，3000精碾过去。统帅要亲自出兵，我要把北门敦宝那几道土墙，连人带骨头全撞碎。并无动静，只有几骑哨马在坡顶一晃而过。秦烈定是想依托坡底壕沟死守。传令，全军翻过山脊后，顺势俯冲，我给他们火炮齐射的机会，50步便是咱们的天下。张铁锤，你的诱虎要敢提前露头，老子把你填进炮膛里。大人放心，俺抱的比媳妇儿还紧。你有媳妇儿吗？打完这仗就有了。杀！就是现在。起！第一队，放！祝福，停下！快停下！长枪兵加上去！张铁锤，封住坡顶！有虎哨，架炮，开炮！看不清，前面堵住了！不要乱，护住统帅！伯颜帖木儿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你的狗头！
撤回黑石潭！大人，咱们赢了。赢，这只是打疼了他。 700多鞑子，还只是打疼。伯颜铁木耳还有2000多骑，本钱还没亏光，把俘虏挑出来。是，那个穿金丝甲的留着。大人是想用他跟伯颜谈条件？不，我要用他撬开杨红那个老狐狸的心缝。父亲，镇城几位文官已经联名，说北门秦烈杀性太重，怕日后伟大不到。他们怕的是秦烈伟大不到，还是怕秦烈把他们的账本翻出来？报帅爷，北门敦保秦千户派人送来了贺礼。贺礼？这小子火烧眉毛了，还有心思送礼？这是伯颜铁木的七弟，草原上颇有名望的伯克秦千户带话说，昨夜在断魂崖偶遇瓦剌游寇，顺手给帅爷修了修胡须，斩首700，生擒伯克1人。秦千户还说，北门苦寒，弟兄们缺冬袄，这些战功和俘虏，不知能不能换点棉花。好一个秦烈，好一个顺手修胡须！传令下去，武库内存的棉甲全给北门送，全送！还有，把吴德家里囤的1000担细面也给老子发了。吴大人那边怕是谁敢拦，老子现在就把他塞进这牛车里，送去京师当贺礼。大人，这东西比火雷罐更阴、更狠、更实用。大人，白羊口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叶先派出了真正的铁袜子。铁袜子？什么玩意儿？叶先压箱底的重甲铁骑，人马巨甲，寻常火铳打上去只能见火星。他们不怕烟，不惧碎铁，似乎是冲着白羊口去，是宣父的妖言。铁鹞子，既然火炮火铳治不了他们，那就用大明最古老的法子。大人想做什么？把堡里所有废铁锁链都集结起来，我要在白羊口给这些草原重甲拉一道死亡红线。大人，看这架势，叶先是要拼命了。铁袜子进，寸草不生。柳成林，雷准备好了吗？回大人，连环雷阵已伏于锁链之下，只要铁袜子被锁链绊住冲劲儿，这白羊口就是他们的鲁狼。倒想看看是他们假硬还是咱们炮硬。不，今天不是比谁硬，是比谁更狠。稳住！不到50步，谁也不准开火！开火！右虎哨发！大人拦不住！回来！柳成林，拿线！随我冲阵！杀！大人小心！糊涂大人！大人，撤吧，咱们顶不住了。撤！上城之后便是家园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萨布勒的人头我要了！给大人开路！谁挡谁死！横风作马，雪山作刀！拦住他！好了！萨布鲁格德温，投降者免于一死！他们退了，铁眸子照样得跑！大人，别管我，追杀3里，不可恋战！大人，您这命真是硬，生擒1名伯克，这功劳怕是能封爵了。爵位？大人要什么？我要的不是爵位，那大人要什么？我要这白羊口10年平安。去把萨布勒关进死牢，别让他死了。大人要用他换符，不止换符，他是咱们跟叶先博弈的筹码。
报！大人，杨帅亲率主力援军已到山口。杨帅来了。杨帅看到满丁铁叶子尸首，当众卸甲，向北门方向行了军礼。杨帅给咱们行礼。带弟兄们回家。敬丹营，带弟兄们回家。大人，忍着些，这伤要放俺身上，俺早好了。闭嘴！秦千惠奉兵府急诏。什么急诏？大人伤成这样，还诏什么诏？这是命令，除了秦千惠，谁也不见。扶起来！大人，您伤口还没结痂。杨洪在白杨口山口行卸甲行礼，不是给我这个下属的嘉奖，那是英雄迟暮的交代。头儿，俺背你去。不用。白杨口生擒伯克，这是泼天大功。可这时候击掌，只怕不是灵伤。我闻到的也不是伤，是独孤的味道。卑职秦烈参见帅爷。坐下，在这屋里没有帅爷，只有一个快要进棺材的老卒。白杨口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连环雷、铁锁阵，还有你那老手们的诱虎。你这打法不像圣贤书里教的，倒像是从地狱里带出来的。7级我因分不得大雅之道，为求活命嘛。活命？天下想活命的人多了，可像你这样拿命给宣府换命的不多。也先撤了，萨布提在你手里，短时间内不敢再扣关，但宣府城墙能挡住大的算盘。帅爷的意思是，王振虽死，可他徒子徒孙还在。尸横之流，盯着我手里这只老底子，不是1天2天了。我若一死，杨家亲卫会被打散，宣府会变成那帮争功夺利之辈的狩猎场。到时候瓦剌人再来，这长城就是一张废纸。帅爷，这是……我从亲卫中分出500精锐，皆是跟我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汉子，一人双马、3眼通和硬功都是最顶尖的。从今往后，他们姓秦，不姓杨。帅爷，此礼太重，秦烈受不起。你受得起？我不相信朝廷，不相信京里那些玩弄文字的文官，我甚至不相信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子侄，我只相信在白杨口敢对着铁袜子冲身的疯子。记着，这天下早晚是你们这些后生的，但大明的关口不能在老夫手里丢了。我把这500个兄弟交给你，是要你把他们断成尖刀。将来若京城保卫战打响，这支兵是给大明留的最后一口气。臣领命。去吧，去北门，那里才是你的地盘。别让这500条汉子被那些蝇营狗帚之辈吃了，来着他们，杀出血路来。末将郭展云奉大帅命，率500亲卫归入秦千户麾下。拜见秦千户。杨帅教过你们怎么杀鞑子，但我这儿规矩不一样。进了北门，你们没名字，没军衔，只有靖南2字。怕苦怕死的，现在回府，我不拦。大人在白杨口生擒伯克的本事，兄弟们能杀鞑子，这条命大人尽管拿去。绝入敬看。回营。想打，明日教场，有的是机会。郭展云，管好你的人。是。你也一样。俺还没动手呢。你扛炮过来是想劝家，显得有诚意。大人，您这伤再折腾会要命。命还在就能折腾。大人，杨家军眼力劲儿高，在门口跟咱们的人闹了口角。正常，正常。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，瞧不起咱们这些残兵败将，理所当然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要用他们。大人是想让他们当教官？不只是教官，这500人是真正的种子。种子？我要把新的战法灌进他们脑子里，再让他们带着剩下7改人，以后靖南营不再分杨家军老兵、新兵一从，3个人一个小组，长枪、火铳、诱虎炮混编。我要的不是只会列阵挨打救军，我要的是能侦察、能伏击、能攻坚、能撤离的全能杀辣机器。大人，这种编法属下从未见过。
你会见到效果。今夜开始，全军改编。三段式交叉火力，不是站成一排放桶，要让敌人无论往前、往后、往侧面都在火力里。反步兵陷阱，不是挖个坑等人掉，要让敌人以为自己在冲锋，其实是在按你设计好的路送死。大人，这些打法闻所未闻，但每一招都是奔命门去的。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在石上看兵的文官，而是骑在马背上的疯子。头儿，那俺的右虎哨呢？你的人最苦啊！背炮、架炮、开炮、撤炮，还要近战护炮，能练出来，你们就是靖南营的拳头。那俺练。三眼冲能不能改？杨家亲卫的三眼通质量好，若改要式，换引火结构，再调短装填步骤，兴许能做得更快。给你5日。5日做不出来，去跟张铁锤背炮。3日，卑职3日给大人图纸。经理出事了，于大人保举了将军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可石亨那边是大明忠臣，那私吞口粮，若不吞那几家豪绅的粮，北敦堡可去做空城。此子不仅有勇，更有断生死的铁石心肠。去，请石尚书于侍郎入职。大人要本兵要面圣保举。陛下，试问副将一职，关乎京师门户，实情有何人选？秦烈此人出身微末，不过杨洪麾下一名千户，如今杨帅病重，宣布防务凋零。若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代理防务，恐难服众。石大人此言不降，昌平侯之地，于大人又有高见。昌平侯之地若有能，为何土木堡后不敢出关半步？秦烈以1000人之众，在断魂岸白杨口连战连捷，挫瓦剌锐气于塞外。这副将之位是用鞑子的血染红的，不是靠家门印封得来的。陛下，野先若取宣父，则京师无险可守。秦烈精通火器，善于筑垒，更难得的是，他麾下靖南营已有杨帅亲卫之风。臣保举秦烈为宣父副将，赐其听调不听之权，以扼瓦剌咽喉。这是在宣父封王。若能守住宣父，保住陛下家山，便是封他个伯爵又如何？准奏，封秦烈为宣补副将，自上方剑，总督宣补北线防务。宣补交给秦烈。于谦保举我，是因为他需要一把能挡住野先的刀。那石亨呢？石亨恨我，是因为我这把刀不仅砍鞑子，还可能砍了他的利益。那这副将的位子，咱们接还是不接？位子不重要，权力才重要。郭展云，末将在。杨帅身体如何？帅爷已连着2日米水不进了。他清醒时常说，宣布这副担子总算能传下去了，但他怕什么？怕大人接了位子，却接不住背后射来的暗箭。暗箭好躲，明枪难防。杨帅是做给经理那些人看的，也是给石亨看的。朝廷封赏不日就到，但记住了，告诉弟兄们，给你们饷宾的是陛下，给你们保命本事的是我秦烈。只要北门敦保在，这宣府谁也拿不走。圣旨到！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封秦烈为宣府副将，赐上方剑，总督宣府北线防务。秦副将，接旨吧。臣接旨。令于大人有私言带给副将。尚书大人的心意，秦烈领了。石亨、叶先，这宣府以后我说了算。大人，从总兵府拨来的东米，在半路被石家军巡防营截缴了。理由说是京师守卫吃紧，后勤兵部的条子优先供奉石副总兵嫡系。放屁！咱们小便兵别他们在后头抢粮，给咱们的只有这个。这他娘是给人吃的！大人，不只是粮，还有什么？盐、炭、药全断了。兄弟们已经开始拆马棚的木头烧火取暖。补接线断了几天？整10天。石亨这是想让靖坛营冻死，饿死在北门。大人，咱们怎么办？先活下去。开锅。让铁锤，你的肉呢？大人，俺为铁士，那点马肉留给伤员了，俺找点树旗管饱。这种东西吃下去，肠子会烂。郭展云，在，带300人去后山乱石岗，
去打猎？这大雪封山，耗子都冻死了。不打猎，去挖老鼠仓。头儿，咱们真挖老鼠窝啊？老鼠比人聪明啊！他们知道过冬要存粮，这里还有那里。深挖3尺。大人有粮，真有粮！老鼠兄弟讲义气啊！这点够干什么？够让人知道还能活。继续找。鱼有鱼！老子都快忘了肉是什么味儿了，有鱼味儿。姓郭的，你们杨家军平日里吃香喝辣，现在跟咱们一起嚼草根，滋味如何？老子吃草根也能砍搭子，不像你们饿了2天，连冲都举不稳。你他娘说谁？都给我住手！收刀。郭展云，在。你觉得自己是杨红的兵，是大明精锐，所以委屈。你呢？觉得他们是关系户，抢了你们口粮，所以不忿。土木堡一战，20万铜头化为枯骨，兴知那些达官显贵在算计怎么分赃，怎么让咱们死在雪地里，好腾出位子给他们的草包儿子。他们忘了宣父，忘了大明还有一支敢在白羊口生擒伯克的孤军，但咱们不能忘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咱们反了？反？往哪儿反？后面是你们的七老桥，前面是吃人的瓦剌狼崽子。咱们不为石痕打仗，不为那个坐在龙椅上不知咱们死活的皇帝打仗，咱们站在这里，是因为如果咱们倒了，身后的千万百姓就会像土木堡那样被人当畜生一样对待。你们以为自己是刘兵，是谁给粮就给谁卖命的草头王？错了！从你们在白羊口救下战友那一刻起，你们就是这万里长城的脊梁。石亨不给粮，那是他德行有亏，咱们若因为没粮就散了，那是咱们骨头软。大明疆土尚在，只因为我们仍在此坚守。这身战甲并非只是身份的象征，是咱们守关汉子的风骨。方才是我言语失度，多有冒犯。这碗汤敬白羊口危难之时相互扶持的豪迈。那我也敬杨家军在深沟替咱们挡的那一剑。那俺也敬了一个，敬老鼠仓。大人，军心稳住了。不是稳住，是重新长出来了。大人，叶仙亲临，叶仙亲临，连那个皇帝也带来了。叶仙这是要压咱们的军心。秦烈在此，太师何必摆这么大阵仗？秦副将，本太师统兵20载，自问对大明名将了如拥簇。本太师实在好奇，白羊门那一战是谁教你用铁索绊马，用烟火破甲的？死在战场上的瓦剌人教的。好，秦烈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傲气，叫良禽择木而栖。石亨断你粮草，京师文官在背后续写你的死状，保取你，可他能给你的也不过是一个随时会被收回的虚名。归顺本太师，我封你为异姓王。长城以北，千里水草牧场归你，宣府内的金帛女子任你挑选。拿咱们宣府当他的牛羊圈了！别动，听大人说，你这一身奇谋，不该埋没在这些碎砖烂瓦之下。大人，太师开的价码确实很高，但太师算错了一件事。哦，你我皆是棋子，在这乱世大棋群里，你求的是草原复兴，我求的是家国安宁。你以为自己手握万军，其实你也被草原饥荒、部落内斗推着走。我在，棋盘就在。我若退了，你不仅吃不下这江山，还会被这棋盘反噬。冥顽不灵！你看看你身后这些兵，他们还有几天口太司合围3日，无费一剑，这北门堡便是一座死城。朕命你开城！秦烈，你是朕的臣子，朕如今受难，你竟敢在此大谈棋局！快开城门迎太师入城，保朕万全，否则朕灭你九族！皇上，您看这雪。什么？臣在土木堡见过这种雪。
那时候20万大明男儿的血，把这种血染成罕红色。那时候您在做什么？臣只知宣府有百姓100万，不知塞外有叩门天子。臣甲胄在身，耳力不好，听不清太师身边的胡言乱语。叶仙，你要战，我便给你战，但这劝降的戏码到此为止。你那些烤全羊，还是留着祭奠死在白羊口的勇士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秦烈，本太师记住你了。这大明若多几个你这样的人，本太师或许真只能退回大漠吃沙子。传令下去，围城！我倒要看看你的脊梁骨到底能不能当饭吃。大人，刚才吓死俺了！您敢这么跟皇帝说话？传到京里，京里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铁锤，去把剩下的陈元老簇和萧石拿出来。做什么？让柳成林准备火油坛。既然野仙想围死我们，我们就在他扎稳篱笆子之前放一把火。大人说，兄弟们虽然饿，但刚才这口气出了，心里顺。这仗靖南营接了。叶仙的赏识是诱饵，也是试探。他会攻城。草原熊熊最尊敬强者，也最想毁灭强者。今晚不睡，请大人下令，把杨家亲卫分成3班，每帮带50名靖南营老兵。我要在叶仙大营周围种满地火。遵命。大人，东西准备好了。按您的吩咐，取名火远。这名字好，听着就疼。不是疼，是烧得他娘都认不出来。 50名死士，各带2坛活血，身披白毡，马裹提布。大人，夜袭敌营这种事交给老郭便是。您是靖南营主心骨，靖南营不能没了你。你也说了，我是主心骨。主心骨若缩在城里看戏，这几百条汉子的气势便泄了。大人，您旧伤未愈。野仙也知道我旧伤未愈，所以他想不到我会今晚出去。瓦剌人刚被白日劝降那场戏散了心神，野仙此刻必在安抚部众。咱们要做的不是冲阵杀敌，那是什么？烧粮、烧草、烧马厩，火光一现，便是大军反击之时。散开，每5人一组。这鬼天气，鸣人早冻死在堡里了吧？太师说那个秦烈是狼，狼也得吃饭，他们没粮能咬几天？太师，那秦烈绝非凡人。你怕了？不是怕，不是怕。汉人常说哀兵必胜，北门堡那群人已经被逼到绝路，硬骨头也要啃下来。若宣父防线在这里破不开，等京师守备完成，大汉那边绝不会放过你我。不好！太师，后营起火！是秦烈。 秦烈，你真敢出来！靖丹营在，突进！明军进来了！救火！快救火！疯了！这疯子竟然真的杀出来了！秦烈，留下命来！ Yes！ 大人，火势起来了，撤！再投一个，张铁锤，撤！想走，留下人来！秦烈！秦烈！ 监军奉旨接管火炮，你敢拿炮口对着我？你带粮食了吗？什么？靖监营断粮10日，宣府总兵府没送来1粒。如今炮响了，捷报传了，你倒带着300私兵来的飞快。本监官问的是炮，立即移交，否则便是抗旨。那明律，临阵夺人军功者，斩！秦烈，你疯了！错，老子是刚从瓦剌万军中替大明法这2尊炮抢回来。 大人回来了！靖南营为主。大人，我没事。大人，
您带着50个人烧穿野仙大营，还能全身回来？先去休息吧。野仙还没走，我歇什么？大人，这回野仙非吐血不可。马料烧了大半，战马跑了上千匹，他还拿什么围咱们？瓦剌骑兵没了战马，就像被拔了牙的狼。野仙若是聪明，现在就该退兵。野仙当然会退，那咱们赢了。他只会退出这片被烧过的平川，不会退出宣府。他纵横草原多年，最看重的不是粮草，是威望。今夜被50人烧穿大营，他若就此撤军，草原各部明日便会怀疑这头苍狼是不是老了，所以他还要打，而且会比今日更疯。陈勋，把白羊口缴获的怒箭全部取出，箭头涂磷粉。是。柳成林，那3尊还没调教完的火盾炮，天亮前全部推上马面台。可那3尊炮的火门还不稳，强行开火可能伤到咱们自己。那就把炮手安排在掩体后。明日野仙若敢来，我要让这宣湖北门变成他永远迈不过去的断魂通。大人，他们动了，退了，野仙退了。他退了，但还没走。他在等天亮，等一个挽回尊严的机会。大人，他们后军里好像有3尊大家伙。炮架是神机营钥匙，炮身是青铜铸的，错不了。到底是什么？土木堡丢掉的大将军炮。野仙连1000匹战马都能舍，却舍不得这3尊炮。他不是舍不得，他是想把炮架到黑龙口虎口，轰开宣府北门的侧翼。咱们好不容易堵上的口子，不能让他再撕开。所以，这3尊炮不能留在他手里。大人，您不会是想抢回来？野仙刚吃了大亏，后军一定全是精锐。咱们昨夜出击的弟兄才回来，堡里能动的战马也只剩300只，这时候追出去，就是往他刀口上撞。他也会这么想。野仙断定我们昨夜奇袭后已经力竭，绝不会连续出兵。可3尊大炮太重，他要过乱石岗，只能走这条窄路。炮车一旦陷进泥里，他的万军就会被自己堵在谷口。大人，您是想咬住他的尾巴？不是咬，是把他尾巴上的3根刺生生拔下来。万人达都带齐了，真撞上瓦剌主力，俺先给他们听个相。这东西引线短，你别还没见着大户，先把自己送上天。杨家精卫50人已经变成尖刀组，只要大人给出一条缝，我们就能把它撕开。所有战马裹提，所有人含枚。此行只夺炮，不追敌，不抢粮，不恋战，能带走就带走，带不走就地毁掉。对，大人，敦堡还需要人手，我留下。城中防务交给你，若日出之后看不见我们回来，立即封死城门。那你们呢？我们若回不来，野仙很快就会回来。静简营，等大人归来，都给我用力！海师已经到了黑龙口南侧，日落之前必须把神火管送过去。将军，前面的路太窄，炮车过不去。过不去就搬开石头，马撑不住就换人了。将军，后方没有发现明军，昨夜那群明军烧了大营，现在怕是连刀都举不起来了。秦烈以为烧了几袋草料就赢了，等这3尊大炮架到谷口，我要亲眼看着他的墩堡被彻底轰垮。继续走。将军，身上好像有烟。散开！请探营，火炮！我也烧你们粮草，今日再借你们3尊炮。尖刀组，给我切进去！柳成林，来了！大人，他要毁炮！他们舍得毁，我们可舍不得。上锁具！第1尊炮轴完好，第2尊也能动。瓦剌后队正在回头，来多少？看不清，至少上千骑。张铁锤在，带100人守住谷口，给柳成林争半炷香。大人放心，俺这2柄锤子还没吃饱。荆南营列阵，想救炮，先过我这道防线。铁架扣死了，所有战马一起发力。1、2、起！动了，再来！大人，第3尊炮轴断了，需要多久？最快也要1个时辰。大人，顶不住多久了？舍不得呀，这是神机营的大将军炮，带不走就不能留给野仙。大人，这么好的炮是死的，人才是活的。2尊够咱们守城，第3尊留给野仙听个响，全军撤退。是，大人，咱们抢了炮，怎么跑得过骑兵？柳成林，火影留了多长？刚好够他们追到乱石岗。退回大炮，火戳秦烈！晚了，趴下！雪崩了，他们追不过来了！不要停，把炮带回去。太师，属下无能。昨夜他烧了我的粮草，今日他又抢走我的火炮。太师，秦烈连续奔袭，荆丹营必定已经到达极限。此时追上去，或许还能夺回来。夺回来？他既然敢抢，就已经算准了我们追不回去。秦烈不是在抢炮，
他是在告诉草原各部，我野仙的东西，他想拿便拿，想毁便毁。传令各部重围宣府北门，粮草已经损失大半，再围下去，那就拿军中牲畜应急冲击。我不需要那座墩堡，我要秦烈在所有人眼前彻底败下去。大将军炮是咱们大明的炮，回来了！土木堡丢掉的家伙，终于让咱们抢回来2尊。有了他们，野仙再敢冲城，少说也得付出几千兵马的代价。这2尊炮是咱们的命，也可能是咱们的祸。大人，炮都抢回来了，怎么还是祸？石亨在土木堡丢掉神机营重器，朝廷追责时，他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忘了这3尊炮。如今炮却被咱们找了回来，那不是替他挽回颜面吗？功劳若落在他头上，当然是颜面。若天下人知道是一群被他断粮、被他放弃的溃兵从瓦剌手里把炮抢回来呢？他会怕咱们开口，更怕咱们活着进京。那他还能派人来抢不成？不是能，是一定会。柳成林，立即检查炮膛，重新灌装套弹，装实心铁球，装铁蒺藜和碎石。城外的敌人要防，城内伸过来的手也要防。大人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石亨会来？昨夜野先烧了半座大营，今日又丢了2尊火炮。战报一旦传到京师，谁先控制这份公功，谁就可能借北京保卫战封侯。所以石亨不是来帮咱们守城，是来摘桃子。桃子摘不到，他就会连书一起砍了。报！南方来袭300，打的是宣府总兵府旗号。比我想的还要快。圣旨到，宣武千户秦烈开门接旨。这些人吃得面色红润，马也膘肥体壮，咱们断粮时，他们躲哪儿去了？我在后方数咱们死了多少人。闻秦烈各负重器，壮我军威。然北门孤悬，守备单薄。着宣府总兵府派驻监军石彪接管所有大口径火炮，统一调配防务。秦烈部仍司巡防之职，刻日即交武库。秦千虎，听明白了吗？这2尊大将军炮乃神机营重炮，留在你这残砖破瓦的小堡里，实在屈才。来人，把炮推出来！慢着，怎么，你没听清旨意？听清了，旨意让你接管防务，没说把炮送给石家。石总兵统领宣府，这炮交给总兵府，便是交给朝廷。那我问你，靖节营断粮10日，总兵府送来的军粮在哪儿？军情繁杂，粮道士阻，岂是你一个千户能够治和的？粮送不来，抢功劳的圣旨倒来的挺快。秦烈，别以为立了点威功，便能在石帅面前拿大。今日这门，你开也得开，不开也得开。门已经开了，算你识相。我是在等你进门。秦烈，你想干什么？石监军刚才说你身后的快刀不认人，巧了，我身后的弟兄也不认识石家。你不过一个草根出身的武夫，也敢与石帅作对？草根怎么了？野先15万大军压境时，是我们这群草根守着北门，你们这些名门将种又在哪里？放肆！石监军，别乱动！老子这双手挖了10天草根，动得不太听使唤，万一抖一下，石帅可要少个义子了。秦烈，挟持监军等同造反。野先围城时，你们不给粮，我们抢回大炮，你们来夺功，这不叫监军，这叫乱军。毕竟是盖了印的公文，试问若真奉了朝廷之命来加强北门，旨意里该写的增兵、增粮、增援，可这上面只有2个字：夺炮。这不是圣旨，是石亨拿来换命的筹码。你敢辱没圣旨，石帅绝不会放过你。从今天起，宣府北门只有大明的将，没有石家私兵。凡夺我军功、乱我军心者，无论品级，皆可拿下。在卸下这些私兵的甲，收了他们的马。石监军跋涉辛苦，请他去地牢休息。秦烈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只后悔一件事。什么？昨夜烧野仙粮草时，没顺路把石家的胆子也烧干净。大人，总兵府若继续派人来呢？先问有没有带粮。若没带，炮口已经替我回答了。 2尊炮全部装满铁蒺藜和碎石，压低炮口，近距离一发下去，谁也冲不过来。记住，炮是守国门的，不是打自己人的。只要他们不拔刀不抢炮，就让他们站在城外吹风。开炮送客如可体。大人，北边又来了几百流民。这3日，方圆50里的百姓都在往北门跑。他们听说咱们这儿能挡住瓦剌，都把这里当成了最后的湖。大人，我们不要忙，不要钱，只求一口能活命的粥。都起来！大人，我的堡里不养跪着等死的人。大人，咱们自己的粮也不多，照这样吃，撑不了太久。所以我不是白给。凡有力气者，每日修成2个时辰，管2顿饭，给臣部1匹。会打铁的进铁匠队，会砌墙的进工匠队，会驾车养马烧窑的全部登记。大人，我们真的能有饭吃？只要肯出力，谁也不会饿死在北门。大人，你要用这些人做什么？给宣府防线换一副骨头。大人，城不是越直越高越好吗？城墙不是还把外面修成斜的？直墙吃炮，力量全落在一个点上，改成斜面，实弹和火炮打上来，会被卸掉大半力道。这也是兵法？这是活命的办法。沟是够深，战马跳不过去。
可瓦剌人要是下马，不还是能爬进来？谁说我要挡住他们？不挡，那挖他干什么？我要引他们进来。壕沟看似四通八达，真正能走的只有3条路。他们越往里冲，队伍越密。等他们发现前面没有出口，背后也全是自己人时，埋在沟里的万人密就该响了。这哪是战壕，这是给瓦剌人挖的锅。火铳是锅盖，地雷是锅底，那眼前就是自己往锅里跳的肉。少贫嘴！所有火器必须放进侧壁凹槽，防止风雪浸湿引线。明白。白烟10旗以内，黄旗100旗，黑烟1000旗以上。若是野仙主力，黑烟3道，再燃狼篝火。以后各蹲堡看烟色，不准在一见敌人便乱敲警钟。过去一个小队瓦剌赤旗也能把10几个蹲堡吓得同时求援，因为他们不是一道防线，是10几个各自等死的孤岛。从今天起，哪座蹲堡遇袭，附近3堡同时侧击。我要让瓦剌人明白，他们打的不是一个点，是整条宣府北线。大人，东侧王通校尉拒不执行调令，还扣下了发给流民的粮。秦烈想让我交兵交粮，还想让我的人替那些辽民挖沟，他真以为当了几天代理萧峰就能管到老子头上？可时间兵都被他扣了。石彪背后是石亨，秦烈现在越嚣张，将来下场越惨。秦副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你说堡里缺粮，确实缺粮。这是什么？你说堡里缺粮，确实缺粮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给守军预留的。后面的流民饿得站不起来，你在这里用他们的粮下酒。秦烈，我是宣府土主，手下都是本地军户，你初来乍到，最好别把事做绝。克扣军食，延误军机，欺压百姓，按照大明律，该当何罪？我是总兵府记名的人，你只是代行副将职权，没有资格动我。总兵府记名，正好。石彪在城墙上缺个伴。秦烈，你敢！传令宣府北线，整合防线期间，贪役前军饷者斩，瞒一处军情者军法严惩，欺一名百姓者军法严惩。谁觉得自己的靠山比军法大，现在就站出来。既然没人反对，从今日起，军令只进将士和百姓一条肚子，任何人的手敢伸进粮袋，我便摘掉他的官帽。大人，这一下北线再没人敢阳奉阴违了。光让人怕不够，还要什么？让他们看见，听我的命令，真的能活。按照大人的火药配比，消食再加3成，威力至少翻1倍。可炮身吃不住这么大的力，稍有不慎就会炸膛。所以加锅1层恐怕不够，那就加3层。炮太重，炮架得重新做。用缴获的马车轴，下面再加转向轮，这样便能在马面台上左右调整炮口，再在炮身上刻准星。准星？大明的火器不是威力不够，是打不准。往后每一颗炮弹都要落在该落的地方。大人，我现在有些期待野先来攻城了。不要期待战争，让敌人不敢来，才是火炮最大的用处。不要期待战争，让敌人不敢来，才是火炮最大的用处。第一列跪姿瞄准，第2列装填，第3列预备接替。慢了！从拿起火药到击发，用了5息。属下知错。战场上多出的2息，足够瓦剌骑兵冲到你面前。重新来。是。半个月前，他们还在火堆旁等死，现在呢？现在就算野先亲自来，我都觉得他未必能走到城墙下。不是兵变强了，是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。瞄准！前爷，师帅不会放过你的。大人，京师传来的消息，于谦大人如何？于大人已经稳住了朝堂，京师各门正在整备，北京保卫战的阵脚暂时立住了。好，但石亨知道咱们扣了石彪，也知道火炮没能夺走，他心胸狭隘，又急着在京师立功，怕是正在筹谋如何从背后的捅咱们一刀。大人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让他来。石亨手握宣府兵权，若他亲自施压，野先手握15万大军。我烧了他的粮草，抢了他的炮。石亨若觉得自己比野先更难对付，大可以亲自试试。野先也好，石亨也罢，这宣府北门现在是老子的地盘。想拿走，先问问这2尊炮答不答应。铁栗子，野先把压箱底的家伙全掏出来了。土木堡那日，就是他们冲散了神机营，弩箭射不透，长枪也拦不住，这个东西怎么打？轻骑在2侧，铁翼子压正面，后面还有下马布战的瓦剌精锐。野先不是来试探的，他是来拼命的。粮草被烧，重炮被夺，他若再输，草原各部就不会再服。所以他会把所有尊严都压在这一次冲锋里。大人，您还笑得出来？他若继续用油漆袭扰，咱们反倒难办。
如今他把家底全部绑在铁链上送过来，我不收，岂不是辜负他一番好意？连环雷都买好了，大人。可铁娃子连人带马都是重甲，咱们的火铳就算换了精炼火药，也未必打得穿。谁让你打假了？不打假打什么？重甲骑兵最强的是冲击力，最弱的也是冲击力。5匹马被铁链锁成一组，只要最前面1匹失去平衡，剩下4匹都会被扯偏。打马腿，马腿马腹眼睛。总之，不许把火药浪费在铁甲上。明白了。把连环雷的引线拉到最大，全部同时引爆。不，先炸第1排，让后面的铁骑以为前面只是一个坑，等他们继续压上来，再炸第2排，一层一层揭他们的皮。告诉所有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提前放冲。铁娃子越近，咱们的火铳才越有用。来了。太师有令，大兵高吼，擒下侵略者赏千金，封万户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我说过，等命令。可他们已经冲到200步了。200步，你打不中马腿。若让他们冲过来，我就在你旁边。他们先踩死我，才能踩到你。都把腰挺直，大人都在沟里陪着咱们，谁敢先尿裤子，老子打完第7再收拾他。听大人的，让他们再近下。100步，70步，50步，再等。大人，不能再等了。起爆！稳住，继续冲！他们还在冲，沿第2排。现在，目标马腹马蹄，放。第1列退，第2列补位。放！能打！这些铁罐子不是打不倒。13段标谁敢追射骑士，军法处置。先打马，再收人。刘成林，在大将军炮开火。第1炮压敌3寸，我们就绪，放。不可能，大明的火炮为何能打得如此密集？他们在炮膛里装的不是铁球，我看得见。令铁娃子加马，填平壕沟，贴上去与他们近战。大人，他们下马了。重甲骑兵一旦离开战马，便只是走不快的铁人。填沟，挨掉他们的射击位。想填沟，先问问这个答不答应？万人敌准备，征！靖难营，跟老子上！别说他们真假，东冠鞋，扛甲锋，亲卫随我，截断中军。秦烈，你找错人了。我铁甲再厚，也得有人撑着。你们的铁娃子，今天全得变成落毛鸡！靖难杀！太师，再打下去，铁娃子的根基就要折在这里了。那道沟里到底有多少明军？不到1000，不到1000人。土木堡20万明军都挡不住我的铁骑，如今2000铁娃子。太师，留得铁娃子余部，日后尚能再战。明浩，太师，撤兵。大人，夜间退了。我们守住了。不，这不是守住，这是大明边军被打断的解药，重新接上的声音。大人，这位监军刚才好像还尿了裤子。灵芝送来的监军，胆子还不如壕沟里的新兵。别让他放下了死。放了。这个活在皇城上是谁答应的？伤亡统计出来了吗？如今还能站着的不到400，杨老将军留下的50名亲卫折了1/3。张铁锤左臂受了重创，军医正在处理。柳成林为了护住火炮，后背中了几支箭，好在避开了要害，人还醒着。大人，靖岩营被打残了。
今日是什么日子？冬至。传令下去，把城中所有酒搬出来，豪绅仓库里剩下的羊肉也全宰了。大人，今日还要防备瓦剌回头。今日不操练，也不点将，祭旗，祭弟兄。把我再往前抬点。军医让你别吹风。现在弟兄们喝酒，凭什么让我躲屋里？弟兄们，半个月前，你们是土木堡逃回来的溃兵，是宣府官场眼里随时能推出去填沟的炮灰。朝廷不给粮，石亨派人夺炮，野先在城外等着取咱们的人头。这长城上下，所有人都觉得咱们活不过这个冬天。可今天，野先退了，他的铁鹞子倒在咱们的战壕前，大明丢在土木堡的大将军炮被咱们重新夺回来了。这天下人欠你们的功劳，老子替你们讨；塞外敌人欠你们的血债，老子带你们追。第一晚，竟留在壕沟里的弟兄，他们没丢大明的脸，更没丢靖看营的魂。大人，俺铁锤这辈子没服过谁。以前石总兵站在俺面前，俺也觉得他只是个会吃空饷的怂包。但往后，俺这条命就是大人的，您指哪儿，俺砸哪儿。俺也是，以前俺只想着活命，谁给口饭，俺就替谁卖命。可大人让咱们像个人一样活着，这一仗就算俺没能回来，也值。陈勋，在。你觉得这仗打完了吗？野先是退，不是败。还有京师律那些只看折子不看尸骨的大人，山口监军聚焦火炮，哪一条都能拿来治咱们的罪。那就让他们来治。今日冬至，我们喝酒祭灵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越过这道长城，去漠北喝酒，让野先跪在他最骄傲的草原上，看着靖难的营的旗插到他的王帐前，去漠北开疆，去漠北开疆。我们要让长城内外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靖难营还有一个人站着，大明的脊梁便断不了。立誓。靖难营在，大明脊梁不断；靖难营在，大明脊梁不断。大人，他还活着，送进地牢，找军医救醒。为何还要救他？死人不会说话，我要他回到京之后亲口告诉石亨，宣府北门的兵不再是谁都能拿去送死的棋子。报，这是仪仗已过淮路，正往北门而来。石亨又派人来了，不是石家旗号，是奉天城龙旗。朝廷的封赏终于到了。这次的人与石彪不一样，他们进了弓箭射程便主动下马，不是来抢东西的。宣府副将代行防卫秦烈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秦烈出身微末，志存家国。孤军据守宣府北门，获瓦剌重骑，复神机重器，其功在社稷。特封秦烈为奉天义运，推承宣历武臣，镇硕伯。伯爵，大人进勋贵之列了。时少宣府副将，总理北门及周边18吨堡军政事务，赐锦衣御酒，旗下将士一体甄拔。总理18吨堡，朝廷承认了大人重新整合的防线。臣秦烈叩谢圣恩，愿吾皇万岁，大明万年。下官在京师听说伯爷扣押监军，聚焦火炮，还以为是一名狂悖武夫。今日一见，北门军纪严明，将士视死如归。若这也是乱军，朝廷那些吃着军饷却不敢出城的，又算什么？伯爷，这是兵部于大人托下官带来的私信。于大人还有何话？石亨在朝堂上闹得很凶，他说伯爷手握督军，扣押监军，有不臣之心。陛下信了？陛下只说了一句话：若人人皆如秦烈，大明何至有土木之秀？于大人是在提醒我，京师保卫战虽然暂稳，朝堂上的战争才刚开始。陛下登基不久，各方势力都在观望。伯爷手握精兵，又有大功，既会成为朝廷的柱石，也会成为许多人的眼中钉。劳烦大人回京后转告于公，秦烈在，宣主北门便在，下官一定带到。大人，封伯了！弟兄们都说，往后见您得叫伯爷。叫我大人就够了。那可是伯爵，多少将军打一辈子仗都摸不着的爵位。虚名不能挡剑，也不能填肚子。名头是虚的，这东西才是实的。按照大人的要求，强化了承压结构，调整胸身比例，重新优化了火门，20步内足以压制双层生牛皮甲。太沉，再轻就难以稳住发射的冲击。给骑兵使用，重一点也能接受。先造20支，让郭展云的尖刀组试用。是，大人。石彪怎么办？交还使团，就这么还给石家？告诉石家，秦某只认朝廷律法，不认私家监军。石亨还想要这2尊炮，就让他亲自带兵来取。野先虽退，但瓦剌主力并未受到根本擦撞，他们在京师吃了亏，必会折返寻找更薄弱的地方。大同与宣布都有可能。朝廷封我为镇硕伯，总理18吨堡，不只是奖赏，是要我做一根钉子，死死扎在北线。那咱们就扎在这儿，只守北门还不够，
南边刚传来的消息，野仙先锋距离宣府主城只剩50里，这么快？杨洪老将军病危，宣府主城群龙无首，各处守将都在观望，有人甚至已经在暗中收拾家杂。一来，他们就想跑。不是想跑，是想等别人先死，再决定自己站在哪边。大人，北门刚经历大战，靖南营能战的只剩400余人，这时候去主城，若有人不服，那就让他们不敢不服。朝廷既给了我总理军政的权，我便不能只守这一座堆堡。靖丹营，全员披甲。今日我们不守敦堡，去宣府总兵府接管主城。杨老将军病危，宣府防务不能交给一群只会观望的人。既然朝廷让我总理军政，这宣府的大权，老子怎当仁不让？愿随大人。镇上只有400多人，可就是这400多人打退了野仙的铁袜子。秦烈刚封镇硕伯，还拿到了18顿把军政大权。杨老将军还没咽气，他便来接总兵府，未免太急了。诸位是在等什么？秦副将，总兵府乃杨老将之所，老将军虽病重，却还在世。伯爷这般带兵而来，难免让人误会。误会我夺权？野仙先锋距离主城50里，你们不整军不布防，却有空站在总兵府外猜我的心思。若瓦剌骑兵今日进城，诸位准备拿什么手？我们自然会听杨老将军调遣。一个病危之人如何调遣？奉旨总理北门及周边18多堡军政，主城若失，18多堡皆成孤军。所以今日起，宣府防务由我统一调度。若我们不从呢？那就先问问俺这只手答不答应。我不会因为你们质疑便杀人，但谁敢延误军机，私自撤防，军法不会问他是谁的人。炮架再向左调整，观察方向转向南门外的空旷土坡。大人，内廷来人了。谁？程敬，新地派遣宣府的监军太监。镇孝伯秦大人，接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硕伯秦烈忠勇可嘉，挫敌有功，赐银千两，御酒10坛，实授宣府副将，所部赐号靖坛永卫营。伯爷，万岁爷常说，边关能有您这样的国之干仓，是陛下的福气。臣谢陛下隆恩。咱家此行除了传旨，也是奉陛下之命，替朝廷看顾好这支靖南永卫营。程公公一路辛苦，总兵府简陋。陈勋是给公公安排后院最好的厢房。伯爷留步。公公还有事？伯爷似乎忘了，咱家不仅是来住几日，也是监军。我记得。那便好。军中前辽调度兵丁名次，皆是边防根本。从今日起，还请伯爷将所有名次与粮草账目交给咱家过目。监军2字总得名实相符，不是吗？公公第一日到宣府，便要账册和兵册，看来这一路上半点没闲着。公公要看账目，可以。我也爽快。账目就在门外。门外？入冬以来，兵部拨给宣府的棉衣一共3000套，实际送到军中的不到500，剩下2000多套，户部说被瓦剌劫走了。可我查过兵部文书，那批棉衣连军庸官都没出，便已经没了。如今陛下封了伯爷，自然会命户部重新补齐。何时补？朝廷调度需要10日。需要多久？伯爷何必咄咄逼人？恨将至，我的弟兄还穿着土木堡留下的破袄。他们有人光着脚睡冻土，有人把死去同志的棉衣拆开，2个人分着穿。御酒很好，赏银也好，但御酒不能御寒，誓书也不能盖在将士身上。镇硕伯，莫要自误，这天下终究姓朱。咱家带来的是陛下的懿旨。天下当然姓朱，所以我接旨领封守国门。可宣府北门是我秦烈带着弟兄一刀一枪从野仙手里守下来。公公想看名册查账目，可以10日之内，我要3000套棉衣、2000担精粮全部送进宣府军库。你是在与咱家讲条件？我是在教公公怎么监军。公公若连将士的衣食都管不了，这军营中的事你看不明白也管不动。程公公，咱们大人说话时最好别有人摸刀。一只手也敢威胁锦衣卫？老子一只手也能把铁鹞子砸下马。你要不要试试自己比瓦剌重骑硬多少？跪下。好一个镇降伯，好一尊边关杀神。伯爷的难处，咱家会写入奏折送回京师。大家也提醒伯爷一句，军中若有人写起了不该写，咱家是容不得杀子。公公尽管睁大眼睛，别被宣府的风雪迷住便好。陈勋在，带监军大人去后院休息。公公若想看操面，便将座位安排在城墙风口，那里最高，也最看得清楚。伯爷待客果然周到。宣府条件简陋，委屈公公了。大人，这个程敬不是石彪。
于大人的信中提过，他是陛下亲信，心思深，手段稳。咱们第一天就与他撕破脸。他若在陛下面前告一黑状，他告不告，朱祁钰都不会真正信任我。陛下刚封您为伯，封赏是因为他需要我守宣府，派程敬来是因为他怕我真的掌控宣府。心地根基未稳，他既要用我，又要防我。这朕折伯的爵位是堂，程敬就是藏在堂里的绞索。那您准备怎么办？他想把禁丹营变成朝廷随时能调走的家兵，可他忘了，如今不是太平年景，只要野仙还活着，宣府便不能交给不懂打仗的人。他们想用虚名拴住我，用监军分我的兵权。我要是退一步，靖南营迟早会被他们拆散，田径不同战场。程敬想看兵策，明日一定还会再来。让他看，真给。兵策可以看，军令不能碰。他不是想监军吗？我便让他监个够，让他亲眼看看，没有棉衣，这些兵怎么过夜？没有粮食，这些兵拿什么操练？没有柳成林的火药与火铳，这道长城靠谁来守？大仙军带来的锦衣卫有50多人，装备比咱们普通士卒精良。正好，陈勋传令下去，请大人吩咐。明日开始，全军换防，把北门外最险、风最大、距离瓦剌少卿最近的阵地全部留给程敬带来的人。大人是想让他们上前线？程公公不是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监军吗？那就在宣府的第一场雪化之前，先学会怎么在大明边关做一个明白人。秦伯爷好大的威风！不令离营，私自带兵入山，还擅自削减军中垦粮，真当大明律法是摆设吗？秦烈，公公，法律是死的，兵是活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野仙若绕过宣府，朝廷要的是京师不实，不是程公公这身衣服。你敢激动监军？我只是提醒公公，瓦剌人的箭射进总兵府时，不会先问你是不是天子近臣。站住！你带兵出去10日，到底干了什么？10日前，他们只是一群能守城的兵，现在他们能追着叶仙走出300里。大人，程敬派人传话，说您无令离营，让咱们立即回去。传信的人呢？让张铁锤扣在伤口了，给他1碗热汤，吃完送回去。您不回去？让他告诉程敬，有本事就亲自来绝户岭抓我。哎呀，这地方连鸟都不落，咱们真要在这里练兵？这里叫绝户岭，野仙若杀进大明，千家万户都会变成绝户。想让家里人活着，你们就得先在这里练成一群死不了的人。传令，全军不许扎帐，挖雪为穴，口粮减半，剩下的一半自己去雪地里找。累了，是不是觉得进了总兵府就该杀羊喝酒睡暖炕？野仙的骑兵从漠北一路打到土木堡，吃生肉品血水，困了便睡在马地旁。你们呢？几10万大军被人冲得各自逃命，如今刚打赢2仗，就又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。大人，弟兄们不是怕苦，只是北门一战后，大家身上还有伤。战场会等你养好伤吗？野仙会先问你疼不疼，再挥刀吗？从今日起，靖南营实行连坐军纪，全务同法，义务善退，全许论罪，一术溃散，主观军法从事。有人不服，现在便可离开，走下绝神岭，交出军旗，从此不再是靖南营的人。大人说的对，与其将来躺在炕头上让瓦剌人当猪宰，不如今日在雪地里练出一颗狼心。谁想走，老子亲自送他下山。练！大人，您让炮手上马，这不是南乡人吗？火出手双脚不稳，怎么装要瞄准3段机？谁说让你们在马背上开火？那骑马做什么？马是用来赶路的，腿才是用来列阵的。百里奔袭，下里趴阵，火冲锋路，长枪收口，这不是骑兵，是骑马步兵。大人是想让火冲手拥有骑兵的机动，却保留步兵火力。野仙没见过这种打法，大明也没见过，所以他们得先学会怎么不从马头上摔死。重新来！大人，已经第12次了。战场不会因为你练了12次，便让多扑回一些。下马！第1列火冲，第2列装住，第3列扑马。慢一些，瓦剌人的刀便会落在你颈边。再来，全队陪他重练。
要对着自己爬起来！景开营没有人会停下来等你。3息，大人，他们已经能在3息内下马成阵了。不够，2息。2息，2息慢吗？够瓦剌骑兵冲出10几步。伸手，伯爷，趴着。属下不敢劳烦大人。白天训练时敢顶嘴，现在倒不敢了。疼就喊，这里没有瓦剌人，不必逞英雄。大人，您白日里还拿铁剪抽我们，白日里不逼你，战场上死的就是你。晚上不给你治，明日你连路都走不了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一个老娘，在杭州府替人织绸。属下想多立些功，让她将来也能被人尊称一声老夫人。想给你娘挣体面，就先把命保住。在绝户岭受苦，是为了将来进了战场不把命白白丢掉。大人，咱们真能打到京师去吗？打完野仙，老子带你们去京师喝御酒，该有的军功一个都少不了。白天像阎王，晚上却一个血血一个血血的送妖。弟兄们就算知道他白日里要把人练脱一层皮，也会把命交给他。我的妈！宣夫人，山西大同，家中还有爹娘。大人，属下叫周六，保定人。您怎么知道？你说梦话时喊过保定的驴肉火烧。大人，等打完仗，您真会让我们回家吗？仗打完，愿意回家的带着军功回，愿意留下的，我给他一块能养活家人的地。那属下留下。先别说大话，明日的服重翻倍。怎么不愿意？愿意。大人怕是记不住几百人的名字，他未必记得名字，但他记得每个人为何而战。上马，下轮踏阵。第一列，预备；第二列，上路，长枪手。大人，这群崽子终于有点狼样了。回宣府。大人，程敬一定堵在门口。那边让他监管的，究竟是一群溃兵，还是一把割开瓦剌咽喉的刀？这支兵已经不听朝廷的了。大人，绝户岭这10日，城里也没闲着。西城2车，半月出城6次，每次500哨，总计3000升军粮，全部从西门秘密运出。西门守将是谁？赵勇，石亨旧部。粮落到谁手里？宣府最大的粮商胡万德。胡家在关外有马队，瓦剌部族常年做买卖，卖些盐茶皮货，朝廷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这次卖的不是盐茶，是军粮。胡万德还对人说，用大明陈粮换胡人良马，是互通有无。互通有无？前线将士拿命堵住瓦剌，他在后方拿将士的命换自己的马人。此案牵涉本地豪族和总兵府旧部，是否先通知程敬？程敬正愁抓不到我的把柄，告诉他，只会让胡家提前烧掉证据。那咱们怎么查？不走司法，走军法。目标：胡府与西城司库，不许惊扰百姓，不许私取财物。护院若放下兵器，只缴械不击。所有粮车账册书信原样封存。若赵勇带兵阻拦，问他一句，他是大明的守将，还是胡万德看门的狗？要是他不回答呢？那便替他选。出发！3000斗军粮已经送出西门，但秦烈刚从绝户岭回来，这几日城里查得紧。马算什么？他们要的是一张图。什么图？什么动静？放下兵器者，不追究。秦伯爷，老朽乃是太常司卿的远亲，你夜闯私宅，可知是什么罪名？知道。那您还不退兵？夜闯私宅最多被御史弹劾，卖军粮给瓦剌是通敌。胡说！证据呢？搜。赵将军要去哪儿？我乃西门守将，你敢拦我？西门守将深夜待在梁上家中，我也很好奇，你来做什么？这是咱们的冬粮，兵部文书上说，这些粮在路上被瓦剌劫了。弟兄们在北门吃草根，胡老爷却把粮藏得比金子还坚实。这只是暂存，老朽是替总兵府保管。谁的命令？赵勇，
大人，找到了这个3000担精粮，换宣府西城防御图一角。瓦剌复攻之时，胡家协助打开西城门，事成之后，保胡家一门富贵。伯爷误会，老叔只是虚与委蛇，是想麻痹瓦剌人。虚与委蛇？你拿谁的粮去麻痹他们？老叔愿意捐银，愿意献出1半家产。胡老，你说对了一件事，这仗还没打完。是，所以在仗打完前，谁敢卖军粮，谁就是瓦剌的兵。带走，封库。天亮，鸣钟。秦烈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办军法。胡万德是本地望族，更是朝中重臣亲故，赵勇是朝廷命官。你夜闯民宅，查封私库，如今还想越过3死定罪？大明你眼里还有没有陛下？有没有大明律法？公公自己看。这3000岛军粮，一角西城防御图，等瓦剌复攻，里应外合打开城门，够不够办军法？即便证据确凿，也该押解进京，交由3法司会审。押解进京需要多少日？至少半月。半月后，信可以变成伪造，军粮可以变成我的栽赃，胡万德也可以变成忠义豪绅。你这是猜测？土木堡死去的数万将士，等得起3司慢慢查吗？公公讲程序，我不反对。等野先退回漠北，等宣布不再受敌，我亲自进京陪3法司讲。但今日宣府仍在战时，我秦烈奉旨总理宣府军政，通敌倒卖军粮、泄露城防者，以军法严惩。伯爷，求你给胡家留一条活路。靖家营断粮时，你给弟兄们留过活路吗？秦烈，我是实帅旧部，你无权处置我。你穿着大明的官服，却替瓦剌人守门。石亨若认，让他来找我。秦烈，你想清楚，这一天落下，你便再没有退路了。从土木堡逃出来的那天起，我便没有退路。执行军法。胡家全部军粮充作靖汉营及宣府各营东粮，设案家财，1半抚殉亡将士家属，1半修缮城防，安置流民。谁有异议？公公，3000套棉袄我还没有收到，这批粮我便先替朝廷收了。你擅闯民宅，煽动军法，又私自抄没家产，咱家一定会如实奏报陛下。公公尽管写秦烈目无尊长，写秦烈专横跋扈，写秦烈罪在不赦，但记得再写一句：只要秦烈还在宣府，便没人能把将士的命卖给瓦剌。公公，秦烈这是借胡家立威。不，他是在告诉整个宣府，从今以后，这里究竟是谁说了算？陈将军，这粮真分给我们，按10元发放。谁敢克扣一例，直接报到镇朔伯府。以前粮到了宣府，先过总兵府，再过守备府，最后落到我们手里，只剩糠。以后不会了。陈勋，在胡万德只是烂在表面的肉，粮道、军械、火药作坊里面还不知道藏着多少蛀虫。大人的意思是继续查，杀人能立威，去打不退也县。下一个，去军械局。伯爷，作坊已经3个月没开工了，硝料、随料和木炭之前都让胡家的人借走了。借去做什么？说是关内商队腌肉防虫，拿火药料腌肉。小人也知道不对，可胡家拿着总兵府的批条，咱们不敢不给。都起来！从今日起，这里没有胡老爷，也没有谁家的批条，只有军令。伯爷想让咱们做多少火药？我要的不是以前那种受一点潮气便结成泥团的药末，我要每一次装订分量相同。我要进尊营的弟兄沟通火门时，不必先睹自己的宠会不会炸。可祖上传下来的火药，自古便是粉末。自古如此，不代表永远只能如此。把准备的东西抬进来。大人，真能把火药做成一粒一粒的？先试，试不成，损失一批药料；若事成，能多救几千名火铳手。这些颗粒形态更加齐整，以后各批军需更容易照统一标准核验。这样一来，前线用到的军需样品也更容易保持统一。更重要的不是好看，也不是好记账，是弟兄们到了前线，拿到手里的东西能稳更可靠。伯爷，这事若真能做成，
不知道能少让多少火铳手把命折在战场上。所以先别忙着夸，这些样品没有经过正式验证之前，只能算阶段结果。军需标准要改，铳的质量也要改。只是某一处做工太薄弱，不止一处，关键部位的做工和连接全有问题。同一批军械，外部基建竟没有统一标准，不是弟兄们不勇，是有人拿他们的命应付差事。作坊以前赶工只求数量，从今日起不求多，只求每一支铳都不会先伤到自己人。公公，这秦烈不只会领兵，竟还懂军械，一个武夫会练兵也够难缠。若他再掌握军械、火药和粮道，伯爷好兴致，封赏刚到，不忙着谢恩，却在这里做起浆糊来了。这不是你，是给野仙准备的回礼。火药乃国之利器，非工部批复，不得擅改。若出了意外，伤及城中军民，这罪名伯爷担得起吗？出了问题，我担。你一条命担得起半座城？可若没有这些火药，宣府失守，公公觉得自己的脑袋在陛下眼中值几斤药。公公怕出事，可以站远些，但别挡着做事的人。大人，真用这批新料做封闭验证，按封闭规程准备。你躲什么？俺不是怕，俺是给你留个阵飞后落地的地方。滚！都安静，启动测试。穿了！以前这等厚甲，近处也未必能留下这样的结果，现在可这么远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有这种药，铁帽子算什么？今日只是一支铳，一面甲，我要的是全营每支火铳都能打出同样的结果。属下立即组织工匠扩产，每名火铳手分发定量药包，领多少用多少，余多少全部登记。谁敢受潮私藏倒卖一粒，就把他的脑袋拿来当颗粒。张铁锤在。这句话不错。公公，这种火药若能装备全军，那便不是一种火药，是一支只听秦烈命令的新军。是否立即上报陛下？写一字不漏的写，告诉陛下，郑佐伯手中的刀比朝廷想象中锋利得多。大人，官道上来了一个单骑，没有官旗，也没穿工服。坐骑呢？兵不走马，已经快跑废了。开门，绕开通道，接应敌秦。记住。秦伯爷，我就是愚公亲笔，只许伯爷亲骑。不住，抬进军衣房，用热布包住手脚，不许直接烤火。大人，这种密筒是兵部传递绝密军情所用。于大人到底送来了什么？能让一匹兵部走马活活跑死，绝不会是好消息。于大人写了什么？孤城如镜，甲士10万，然野心狡诈。若瓦剌舍奸臣而走偏锋，有紫金中内突，宣府能否为朝廷之备甲，断其归路？断野仙归路？朝廷不发秦王圣旨，不给东夷军粮，却让咱们3000人去接野仙的主力。于廷义看穿了野仙，看穿什么？野仙在京师讨不到好处，一定会走，但他不会空手离开，他会寻找最薄弱的关口，深入关内，抢人抢粮，再制造一次土木堡。宣府大同居庸关守备尚算严密，自应地势虽险，守将却无能。野仙若走偏锋，那里便是最大的缺口。于大人想让京师拖住瓦剌主力，咱们从宣都侧后杀出，在白羊口或怀来截断他们回草原的道路。对，可若京师撑不住呢？那便是向死而生。伯爷，程公公求见。让他进来。秦伯爷，京师刚传来的急报，陛下已令石昏率精骑出城游击，京师9门防备森严。这是好事，当然是好事。只是咱家听说方烈有兵部急骑入城，不知于尚书的私人交代，可曾提到靖难永卫营的去向？程公公的消息倒快，咱家身为监军，总要耳聪目明。兵部公文是给总兵府的，于大人的私信是给秦某的。怎么，公公连朝廷大臣的私函也要查？咱家不敢。是伯爷近期马踏豪强，擅经军法，又私改火药。京中御史弹劾伯爷的奏章，怕是已经堆满暖阁了。然后呢？伯爷若能在此时有所作为，向京师送一份秦王表，咱家也好在陛下面前替伯爷美言几句。秦王，瓦剌先锋距离宣府不足50里，杨洪老将军生死未卜，这时候让我把精锐送进京师，保卫京师乃天下军民之石亨该做的事。秦某这副骨头没那么金贵，只配守着宣府，给朝廷当一条看门狗。伯爷当真没有别的安排？公公希望我有什么安排？既然伯爷成竹在胸，咱家便静候佳音。
这老东西的眼线怕是已经铺满总兵府了。及其入城不到1炷香，他便赶来试探。他不重要，他若把密信的事报回京师，于大人没有盖印，也没走正式军令，就是为了让朝廷可以当这封信不存在。若计划失败呢？那是于谦私下问过我，我自己判断失误，与朝廷无关。说到底，还是让咱们背所有罪名。想赢一场能改变国运的仗，总得有人背。若我们进京，便只能编入石亨麾下。禁丹营会被拆成数队，扔到不同城门填线。石亨不会让您在京师继续立功，他宁愿让我死在城外，也不会分我半点功劳。可留在宣布，一旦野先破紫金关，咱们所有补给都会被切断。所以于谦问的不是敢不敢，是能不能。大人准备如何回复？向死而生，只有4个字。于廷宜懂我，多一字都是废话。把所有哨探都撒出去。丁宣府正面的瓦剌先锋，不，丁怀来、丁紫金关、丁白杨口，还有这些连本地向导都很少走的山道。大人怀疑野先会绕开主道。京师是诱饵，野先不会一直咬在坚城上，他会找一条所有人都认为大军走不了的路。属下要查到什么程度？我要知道瓦剌主力每一次调动，哪怕只有1队运粮车改变方向，也要立即汇报。明白。另外，不许惊动城境的人。若他们跟踪哨探，带他们在雪原绕一夜，让他们看看宣府的风景。安协和，伯爷，于大人还好吗？尚书大人已在德胜城外搭起帐篷。他说，京师若破，他绝不南迁。城在人在，城亡，他便死在城头。伯爷，于大寿还让我带一句话。说。尚书说，秦烈是一柄利剑，若这柄剑不能在宣州折断瓦剌的脊梁，大明的国运便真的绝了。你一路跑死兵部走马，只为送这句话。尚书说，朝廷里能听懂这封信的人不多，敢接这封信的人更少。好好养伤，等这一仗打完，我派人送你回京。伯爷也要活着，我尽量。刘成林，颗粒火药继续扩产，除了火铳用的药包，还要准备守城和断路所需的火器。需要多少？能做多少做多少。所有药料分库存放，任何一处出事，不能牵连其他库房。明白。陈勋，在。从胡家缴获的马肉还有多少？够全营吃一顿饱饭。全部分下去。大人，是要出兵了。这可能是出发前最后一顿饱饭。目标在哪儿？现在还不知，要等郭展云的消息。那弟兄们该如何准备？告诉所有人，今晚吃饱睡够，我要贴身保管。从明日开始，咱们就是鬼了。鬼不需要朝廷发粮，不需要监军点名，更不需要圣旨才知道敌人该不该杀。野先想进京师，我管不着，但他想回草原，得先问问宣府的雪答不答应。大人，出事了！正面的瓦剌油旗没了。您怎么知道？继续说。少旗向北探了30里，连一名瓦剌斥候都没看见。原本扎在市城外的3个千户营，昨夜也没有升起营火。营地呢？空了。他们像是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了。野先没有消失，他只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去了哪里。大人是说他已经退兵？若是真退，他会故意留下营火和哨马，让我们不敢追。如今连灶坑都清了，他是在赶时间，金蝉脱壳。他想绕过宣部，宣府这块骨头他已经啃崩了牙，现在他要找一扇能用朱祁镇撬开的门。野森要走紫金关，直取京师。秦伯爷这番推演未免太吓人了些。京师最新唐报，石亨大将军已率重兵守住居庸关，关城固若金汤。野先若不走宣府，不走居庸关，还能带着几万前兵钻山洞不成？可以走紫江关。紫江关有韩青镇守，更是天然打怕。伯爷想收缩兵力，才编出这种说辞。公公，石亨守去秦关是守给陛下看的。野先若进了紫金关，他可以立即回京领护驾之功。可紫银关一破，宣布与京师之间便再无屏障。韩青不是摆设，天险能挡，瓦剌主力消失至少12个时辰，挡不住蠢货。以胡马的脚力，现在可能已经越过涿鹿。你只是猜测。那公公便继续留在府里烤火。但明日紫金关的狼烟若升起来，丢官失徒的罪名足够让很多人掉脑袋。哼，咱家自有圣命，不劳伯爷危言耸听。一报！大人，军医，来不及了！瓦剌主力万余旌旗，筋骨不明，战马裹蹄，
从偏道绕开宣府，去了哪里？紫金关。领兵的是谁？伯颜、铁木儿，还有太上皇的车驾。太上皇，你看清旗号了吗？看清了，他们打着太上皇巡狩归来的旗号，沿途守军以为是秦王之婿，不敢阻拦。大人，别让他们撬开关门。真的绕过去了，他们真的拿太上皇叫门。陈勋在，后葬黑烟子，他的军功记在家人名下。是。大人，我们立刻追吗？追不上，那就驰援紫金关。也救不了。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破关？也先用正面游骑拖住宣府，再秘密率主力走偏道。等我们发现时，他已经领先了一日。现在追，只会被他留在后方的旌旗截住。紫金关，他带着朱祁铉，不是为了攻城，是为了让城内的人自己开门。公公，你要做什么？立即给陛下写一份急书。宣府发现瓦剌借太上旗号榨取关门，请陛下急令各官，无论城外是谁，没有兵部看候，不得开门。那可是太上皇，你要让守军把太上皇当成敌军。太上皇身后站着的是瓦剌大军，关门一开，死的便是整座京师，这会被人说成弑君。君在土木堡已经丢了，如今坐在乾清宫里的皇帝是谁？公公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吗？洒家血，用800里加急，哪怕跑死所有走马，也要让京师收到。第一道，3道狼烟，外敌破关，全线溃败。紫金关破了。陛下，前面便是紫金关。你想让朕做什么？陛下只需告诉他您寻系归来，让他开门接驾。若朕不说呢？那关外所有人都要替陛下的沉默付出代价。城头韩请听旨，朕亲率大军巡狩归来，立即开门接驾，不得延误銮语。真的是太上皇，他身后全是瓦剌兵，不开门是抗旨。开门，瓦剌人便进来了。太上皇就在城外。大人，不能开，如今已有新地，太上皇身陷敌营，他的命令不能听。若太上皇日后回朝，追究我拒绝接驾呢？可关门一开，京师便危险了。开门，大人，开门接驾。入关，放下门栓，快！我是奉旨开门，太上皇让我开的。大明的关门果然比草原阳泉还好开。只是想回家。韩请开门了，京师门户已经被撕开，再不出兵，瓦剌骑兵一日便能杀到北京城下。伯爷，那是京师，万岁爷宗庙百官都在城里，你若还有办法救京师吧。公公让我救京师。是。秦王圣旨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没有圣旨擅自出兵，回京之后，御史会骂我拥兵自重，石亨会说我图谋不轨，就连陛下也可能赏我一道白绫。此时谁还顾得上那些规矩？只要能退敌，哪家拼了命也会替伯爷作证。公公终于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江山将倾时，有些圣旨比瓦剌骑兵来得更慢。弟兄们，朝廷没有发秦王旨意，京师里的大人们现在或许还在讨论该不该出兵，也有人正忙着收拾金银，准备往南逃。但我秦烈不走。这里埋着土木堡死去的弟兄，这里住着被瓦剌骑兵驱赶的百姓。紫金关破了，野先以为大明只剩一群会下跪的官，朱祁镇以为一面黄旗便能把大明的关门全部撬开。老子偏要告诉他们，这天下不是皇帝一句话便能送出去的，是我们这些泥腿子一刀一枪守出来的。不等圣旨了，全军齐结！大人，咱们去京师守城。不去，3000人进京会被石函拆成数队，塞进不同城门，咱们的火药、战马和弟兄都会变成他们争功的垫脚石。那我们去哪儿？野先数万大军兵临京师，人要吃，马要喂，他的粮草全部要从紫金关送往前线。我们不守他的刀锋，我们去断他的脊梁。不到大梁路，目标白羊口。相思而生。秦烈，你若回不来，咱家就在宣府陪你殉国。公公还是先把棉衣和军粮的账算清楚吧。若你回来了，
这大明朝怕是再也容不下你了。那是回来以后的事。出发！大人，这种走法，人和马都撑不了太久。撑不了也得撑。爷先打的是时间差，他以为咱们还在宣府与程敬争权，怎么偏要赶到他的肚子里去？粮草劫到后，先分给弟兄们。先喂马，人呢？人可以饿着走，马一旦倒下，咱们便再也追不上瓦剌的粮队。所有人听清，我要贴身保管，宁可自己冻伤，也不能让药包受草。旗号确认了，伯颜帖布尔的辎重营有多少守军？约2000，为征发的汉人壮丁和杂役占了一半。真正瓦剌精锐不到500，500精锐，刚好给弟兄们开胃。大人，古道3组阻断机关都已准备到定，沿古道分成3组，车队深入后便可前后截断。第一声响，先封住前路；第二声响，截断中断；第三声响，封住后路。明白？车队里还有不少大明百姓，只拦持刀瓦剌兵，汉人壮丁只要趴下，不许伤。若他们被迫帮瓦剌作战呢？先喊话，给他们一次选择。等头车过转角，走快些！前方大军还等着粮食攻北京城。将军，山道太窄，车轮陷进去了。推不动就用人抬。点火！西进！我冲手，安顿立阵。目标持刀瓦剌兵，放！第一连退，第二连接替。汉人兄弟听着，趴下者生，拿起瓦剌兵器反抗者，战后按弓发粮。反正都是死，跟他们拼了！大人，瓦剌辎重营乱了，骑马步兵下坡。瓦剌精锐往后退了，不追溃兵，先毁粮车。点火！大人，还有部分粮食能抢出来，只取够弟兄与善马2天所需，剩下的全烧。这么多粮，留下一袋，便可能多养活一名攻打京师的瓦剌骑兵，一粒也不留给野仙。王爷，把羊口急报！粮队到了，粮队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500辆粮草车全部被烧，辎重营溃败，守军伤亡惨重。宣府已经被我们绕过去了，哪里来的明军？旗号是镇朔伯，是秦烈。秦烈，王爷，野仙太师的主力正在京师城下，粮草若断，不出数日，前军便会缺粮。要提取铁骑。王爷，那是保护您的卫队。我要秦烈的人头，立刻追！大人，南面烟尘漫天，马蹄声激重，至少2000精骑正在全速赶来。应是伯颜帖木儿的亲军卫队，来得这么快，他等不起。前军几万张嘴，都靠这批粮食。立即撤回宣府。伯颜帖木儿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杀了我们！不，他想亲眼看着我死。既然他想追，便让他追到鬼门关。卧虎峡那里只有一条窄路，进去便没有退路。此地才最容易让敌人放下戒心。传令全军是弃掉匹马，轻装入峡。大人，真把马留在外面，把伤马和空粮袋留给他们，让伯颜帖布尔以为我们已经走投无路。每只火铳全部换用颗粒药，没有命令，不得提前开火。
这些火药真能撼动整片血泊，不需要把山炸塌，只需要震断最薄弱的血层。若血落错方向，那咱们与瓦剌人一起埋在这里。大人倒是坦然，向死而生。于大人既敢拿京师做饵，我便敢拿自己的命做这道机关。他们到了。王爷，吴口发现大量弃马和空粮袋，秦烈的人呢，都逃进峡谷了。弃马入死地。看来这位镇硕伯也有慌不择路的时候。是否等后队到齐再入峡？等。粮草全毁，太师前军已经开始缺粮。今日若让秦烈逃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得向太师请罪。全军入峡，活捉秦烈！先锋800人已经全部进入。伯颜铁木儿也进来了。再等。大人，不能再放了，我要他的主力全部压进来。准备，放，3带动，后退，全部退出峡谷。成功了，这只是第一步。进南营，起阵。雪地鸳鸯阵，起！我冲手，居高平射。明军藏在雪里，他们会引动山崩。怕什么？这世上没有妖法，只有比你们更敢拼命的人。切断他们，不许让骑兵重新接阵。铁袜子都拦不住他们，你们这群杂七还想出阵？大人，我沿铁木儿正在后退。想走？进白阳门容易，想出卧虎峡，得留下一样东西。留下什么？他的帅旗。距离至少200步，我沿铁木儿身边全是亲卫。我不射他。风从西北来，瓦剌帅旗倒了，我沿铁木儿败了。瓦剌败了，我也死了，快逃！我还活着，回来！大人，伯颜铁木儿命硬，让他逃了，但亲军卫队几乎被打散。谷口还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明皇车架，朱祁镇也在里面。车是空的。这是太上皇的御用之物，带回京师应该能算一份大功。朱祁镇坐在瓦剌车架中，看着自己的百姓被驱赶，看着自己的关门被撬开，他可曾想过，谁在替他收拾残局？大人，那可是御用之物。皇权的尊严，早在土魔堡丢光了。我们守的不是一个只会叫门的人，是城里的百姓，是边关的土地，是这片不能任由瓦剌践踏的社稷。这一战之后，瓦剌人怕是要把咱们当成天兵了。方才逃走的人都在喊，说咱们能召来雷火和血征。这世上哪有什么天兵，只有不想死的人把命豁出去，才成了敌人眼里的鬼神。收拢所有能走的战马，粮食只许够2天所需，伤兵由轻伤者轮流照看，不能走的就地制作雪橇。大人，
咱们回宣府吗？不回。我们现在不是宣府守军，是野仙后方的梦魇。第一批粮草没了，他一定会从别处再调，还要继续劫。野仙想围北京，我便绞断他的胃。告诉所有弟兄，不回城，不生火，不走官道。找到第二批粮草之前，谁也不许让野仙知道我们在哪里。走！传令九门，各部出城迎敌，备城列阵。于大人，若战局不利，将士还能退入城中？不能。今日城门一闭，便不再为任何人打开。士卒回首望门者，军法从事。将领擅自退兵者，力斩阵前。今日的北京，有进无退，有进无退。是进营，开炮！于大人，野仙这是把所有家底都押上来了。那便让他把家底全留在德生门外。伯爷，这已经是咱们结下的第3支搜粮队了。伯爷，野仙派他们劫村搜粮，结果全装进了咱们部下的口袋。野仙不急着破城，他还在等什么？等城里先乱。几十万军民困在北京，每日都要吃粮，他只要围着不走，朝堂、百姓、守军总有一处会先撑不住。可他的几万骑兵也要吃，所以于谦守的是城，我们掐的是野仙的胃。咱们每烧掉一车粮，德生门前便少一名能冲锋的瓦剌兵，每经走一匹马，野仙便少一分围城的底气。大人准备继续往他的侧翼钻？不是钻，是让他从今日起吃饭、睡觉、走夜路都要想着靖丹营会从哪里出现。刘成林在，带1000骑马步兵，是去河间铺，那里是瓦剌的备用马场，不必与守军硬拼。把金马雷军扔进马群，点燃草料，再从东侧撤离。大人放心，保证让野仙今晚听一宿马叫。郭展云带少骑在外围接应，若有大队骑兵追击，立即引向西山小路。是。陈勋在，把河岸这批粮全部烧掉。全烧？弟兄们也已经几日没吃过饱饭，每人取2日口粮，战马先喂足，其余一粒不留。这么多粮想走，至少够咱们吃半个月。带着粮车，我们便跑不快。野仙的回援骑兵正在一寸寸搜索山道，我们不是来囤粮的，是来绝粮的。只要能进瓦剌人的嘴，就给老子化成灰。弟兄们拼命劫下来的东西就这么烧了，心疼，心疼。野仙会更心疼。大人，河间铺方向已经起火，正往驻军营地冲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就看野仙先顾城下，还是先顾自己的后院。太师，后方3支运粮队失联，派人去找。河间铺备用马场也出了乱子，大量战马受惊，冲毁了中军外营。谁干的？7号上写着阵说，是宣府来的明军残部。秦烈，正是。他不是该守在宣府吗？他们全是骑马步兵，行踪极快，烧完粮便走，从不与主力接战。本3000骑回援粮道。太师，德胜门正紧，此时除掉3000骑，正面兵力必然减弱。粮草没了，剩下的人拿什么攻城？找到秦烈，我要他的人头挂在白地上。他们分兵了，压下去！不是溃退。于大人，瓦剌为何突然抽调骑兵？后路出事了。宣府的兵向死而生，秦烈终于到了。大人，野仙撤下了一部分攻城兵力，咱们这几日连烧粮队、金马群，瓦剌人现在走夜路都要3、5成群。只是让他们睡不好，
还不够。北京保卫战拼的不是谁更勇，是看谁更能熬。于谦在城里拖着野仙，我们在城外掏空他的肚子，等野仙发现城攻不下，粮又吃完，他就只能撤。撤之前，他还有最后一张牌。太上皇朱祁镇如今已经不止一座指宁关，但野仙还会拿他去试德胜关。城里会开门吗？不知道。集结，咱们往德胜门附近挪。准备入京？不，去关里。看什么？看皇权的尊严如何在一扇紧闭的城门前碎掉。大人，肯定没齐。朱祁镇，野仙果然把他推出来了。城上守将听着，太上皇驾到，立即开门接驾。开门，朕回来了，朕是大明皇帝。尔等为何不开门？大人，要动手吗？动谁？那辆轿子身边不过几十骑，咱们若冲出去，或许能把太上皇抢回来。抢回来做什么？我们是兵，城头站着的是兵部尚书，这场戏要看于廷义怎么唱。若于大人开了门呢？那咱们这几日烧掉的粮，死去的弟兄，便全成了笑话。城上守将听着，太上皇驾到，还不速速开门接驾！开门吧，朕回来了，朕是大明皇帝，你们为何不开门？于大人，那是圣上。若今日拒不开门，日后史书会如何写我们？可太上皇身后全是瓦剌骑兵，君臣名分不可废。臣兵部尚书于谦叩见太上皇。于清，既然认朕，为何还不开门？太上皇身陷敌营，臣心如刀割。但今日的北京，不只是朱家的北京，是大明百姓的北京，是祖宗社稷的北京。你想说什么？瓦剌挟太上皇驾临城下，是想诱臣打开城门。臣守土有责，社稷重于一人。开门之请，臣万死不能从。于谦，你要造反吗？神启营，瞄准太上皇车驾后方的瓦剌军阵，开炮！他们真敢开炮！朕还在这里！把他拨回来！朕是皇帝，他们怎么敢不开门？于大人先跪拜，再开炮，这算不算犯上弑君？他跪的是君臣名分，他开的炮是为了天下百姓。城下主就是太上皇，朱家的尊严早在土木堡被朱祁镇自己丢光了，可大明的脊梁今日被于廷义撑住了。大人，刚才若于谦开门，咱们怎么办？白羊口烧掉的粮，卧虎峡埋下的瓦剌精锐，所有弟兄的命都会变成一场笑话。现在呢？现在老子知道，这天下还值得搏命。大明若能多几个于廷义，我秦烈便是当一回不听圣旨的毒夫，又有何妨？你的大臣竟敢用炮轰你！朱祁镇，你这个皇帝到底还有什么用？闭嘴！火焰天幕的粮草为何还没到？白羊口的辎重营呢？太师，不言天幕王爷在白羊口运俘。伤亡如何？秦军铁器折损过半，粮草车全部被烧。又是谁？是硕伯秦烈，他的军队正在沿着山道向京之外围移动。又是振作，又是秦烈！
传令加强中军守卫，把土木堡缴获剩余的3尊神机营重炮推到前营。太师是准备明日卯时轰开德胜门。所有剩余火药包全部拆开，改成更小份的金马雷。继续扔马圈，马圈巡逻道路，取水点，不求杀伤，只要让他们整夜不敢合眼。这种打法只能折腾人，伤不了主力。我没准备伤主力。大人另有目标。野仙今日教门失败，军心受挫，他急需一场大胜稳住各部。明日他一定会把土木堡缴获的重炮推出来，那几尊炮足以轰炸德胜门，所以我们不守城，去断掉野仙伸向城门的手指，潜入中军炸炮。对，中军至少有数千守卫，不用几千人，50个够了。谁带队？我。不行，炮不回，明日德胜门变危险。可您是全军主帅，所以这种事只能我去。柳成林带一队去马厩放火，陈勋带一队从东侧制造进攻假象，我带剩下的人直取重炮。属下随大人进中军，你留在营外统领接应部队。大人，若我回不来，金丹营不能没人带出去。属下接令。巡逻的巴图罗每半炷相换一次，3骑重炮位于铁壁垒中心，周围至少有200名亲卫。不是死地，什么？不是死地，我便不来。记住，今日不为救驾，不为抢功，只为炸炮。炮不回，德胜门明日便要拿人命去赌。明白。救火！拦住马群！柳成云得手了。走。大人，到了，动手。第一尊炮口打开，要士位置确认。3要。明军，红土大炮，对手挡住，其余人继续装药。还差几处？第2尊完成，第3尊还差钥匙。大人小心！大明无人了吗？有没有人？你看看身后。第3尊完成，沿一线，带上伤员，撤。大人，这边！全部趴下！那人是谁？至少是伯颜部中的贵族子弟，抓活他！都别动！谁再上前，他先死！大人，什么？野仙，这3尊炮算是土木堡的利息，下一次，老子来取你的脑袋！太师，重炮全部损毁，卯时攻京计划只能取消。中军数千人，竟让50名明军冲进来炸掉重炮！他们使用了与寻常火药不同的药包，爆发极快，威力极大。又是秦烈，这个人不死，我们便永远无法安心围城。大人，这家伙怎么办？带着他行动，
太麻烦。他身边有数十名亲卫拼死保护，身份一定不低。审过了，是伯颜部一名实权首领之子，与野仙关系极近。那便用他祭旗，不杀，留着浪费粮。他是投名状，投给谁？朝廷。我们擅自离开宣府，未经旨意进入京郊，御史可以说我们拥兵自重，石亨也可以说我们图谋不轨。但炸掉3尊攻城重炮，俘获瓦剌贵族，便足够让他们闭上一阵嘴。大人准备回宣府，等朝廷封赏。不等。整队，带上伤员和俘虏。去哪里？直接进城。咱们没有秦王圣旨，德胜门会开吗？于谦连朱祁正都敢挡在门外，他若认得军功，就一定会给靖南营开门。走，进德胜门，受赏。尚书大人，查清楚了，昨夜炸毁瓦剌重炮的是谁？不是神机营敢死队，是从外围闯进瓦剌中军的客军，宣府秦烈。入关之后，先烧白杨口粮草，再于卧虎峡伏击伯颜帖布尔。昨夜又率数十人闯入瓦剌中军，炸毁3尊攻城重炮。如此胆色，堪称国士。国士？我看他是无法无天的逆臣，没有朝廷调令，擅自离开宣府，名为秦王，实则游离于京师大军之外，不受节制。昨夜他敢为了军功闯野仙中军，明日便可能为了邀功去劫瓦剌御营。太上皇若因此出了差池，这个罪名谁来承担？侯爷是在担心太上皇，还是在担心秦烈抢走你的军功？侯爷是在担心太上皇，还是在担心秦烈抢走你的军功？本侯是在为京师安危考虑。那依侯爷之见，该如何？传令到秦烈入京，让他带领晋察营填补德胜门与安定门之间的防守空隙，所部3000人全部归本侯节制。晋家营原有营号呢，取消。那些所谓骑马步兵、雪地鸳鸯阵，不过是关外草台班子。入城之后，全部改立京师卫军。秦烈本人呢，入武听侯府，参租军机，将留在府中，兵交给侯爷。本侯是在保全他的功劳，也是在吞掉他的兵权。大战当前，兵马统一节制，有何不妥？秦烈若入城，野仙的后方粮道由谁牵制？本侯自会另派兵马。侯爷若有这样的兵，昨夜便不会让秦烈去炸那3骑重炮。他是伯爵，本侯是侯爵，论资历，论品级，他有什么资格不听本侯命令？战场上不看爵位高低，只看谁能让敌人害怕。这道命令，本侯一定要传。可以传，但他接不接受，由他根据战局自行判断。伯爷，那位瓦剌贵族少爷哭了一夜，说他父亲是伯颜部的大人物，还说咱们若敢动他，野仙帝会踏平靖南营。你怎么回的？给了他一鞭子，清静多了。伯爷，城头有动静。郑硕伯秦烈接令。郑硕伯秦烈接尚书大人口谕。说。武清侯石大人有令，宣府秦烈孤军深入，驰援京师有功。如今瓦剌困兽犹斗，京师防线仍有缺口，着秦烈即刻率所部人马由侧门入城，以防德胜门内。靖南营3000人，暂由武听侯统长的神机3营统一指挥。秦伯爷本人入武听侯府参赞军机。把大人扣在侯府，再拆了靖南营，这不是调兵，是夺兵。石侯爷的好意，秦某心领了。那便立刻整军入城。不入。秦伯爷说什么？劳烦转告石侯爷，秦某所部是宣府镇戍之兵，离关入京是因瓦剌突破紫金关，战局万急。如今野仙仍在城下，粮草虽被我毁去大半，主力却并未受到重创。大明守城，守的是面；秦某在关外游击，守的是县。
进入城内更能保全你和靖丹营。入城之后，战马被收，营号被撤，兵马被拆，这叫保全。秦烈，这是军令。军令，秦某奉旨镇守宣府，所部兵马直隶五军都督府。石侯爷想调动靖南营，可以，请陛下赐下金牌，或者请于尚书签发兵部火片。至于石侯爷的司令，你敢抗命？秦某听不懂，你会为今日的话付出代价。回去告诉石亨，我曾回应于大人4个字：向死而生。如今我就是钉在野灵后背上的那根刺。若进入城中，虽有城墙可守，却会失去机动。留在城外扼住粮道与回路，胜过被困在城内等待敌军进攻。石侯爷既然自称宿将，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还有，野先尚未退兵，让石侯爷别急着抢自己人的军队。大人，石亨不会善罢甘休。从他想吞掉靖监营的那一刻起，他便不会善罢甘休。秦烈还说没有陛下金牌，也没有兵部火片，侯爷的司令他听不懂。庶子狂妄之极！尚书大人听见了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国事。目无军法，目无朝廷。今日敢拒绝本侯调令，明日便敢带兵去抢野先递来的降诏，此人绝不能继续留在外面。他说的没错。什么？他留在外面，野先便不敢将全部兵力压向德生门；他留在外面，瓦剌的粮道便永远有一个补不上的缺口。若强行调他入城，野先只需围而不攻，北京城中几十万张嘴，吃什么？那也必须归本侯节制。侯爷想要的是军令统一，还是秦烈的3000精锐？本侯是侯爵，他只是一介伯爵，论品级，论资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是一只没有被这座京城同化的火种。现在的北京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听话的奴才，需要的是一个敢杀进野先中军的疯子。秦烈就是这个疯子。侯爷若在此时动他，便是在动北京的命门。好，野先尚在城外，本侯暂时就不动他。可是等这场仗打完，一个无照管、抗拒调令、拥兵在外的伯爵，陛下未必还能容得下。战后之事，战后再谈。于尚书如此护着秦烈，就不怕他将来功高震主？大明若连能打胜仗的将军都容不下，即使没有秦烈，也守不住下一次土木堡。伯爷，这次算是把石亨彻底得罪了。他是新晋面前的红人，听说宫中太后也对石家颇为照顾。咱们以后的粮饷，东衣，于大人会给。石亨若从中作梗呢？那就从瓦剌人身上拿。大人，石亨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3000靖南营的兵权，他想拿弟兄们的命去染红他的侯爵袍。这种人位高权重，得罪了不好过。我们在宣布活下来，靠过谁的封赏？没有，靠的是火铳，靠的是战马，靠的是弟兄们敢把命押上去。京师里的大人们在乎的是朱祁正与朱祁钰谁坐龙椅，我们在乎的是身后的百姓还能不能活，是长城内外还有没有汉人的活路。石亨想吞了我们，野先想撕碎我们，那便让他们看看靖南营能把北京这潭浑水搅到什么程度。柳成林在，派少奇潜伏到土城以北。野先昨夜重炮被毁，明日必定变阵，盯他的主力。粮道、马群，一个都不能漏。他不动，我们便不动；他若一动，我们便从他脊梁上再咬下一块肉。得令。郭展云在，少奇不许生火，不走官道。若有石亨的人尾随呢？是否甩掉他们？带他们多绕几个山口，让京军也尝尝靖济南营些日子走过的路。
石亨想在城头守着立功，那便让他亲眼看着我们如何从野仙身上撕下一块肉。得令！伯爷，野仙的搜粮队回来了，带回多少？空手，别说粮草，连一根干枯草茎都没有找到。很好，白杨口500辆粮车被毁，德胜门外的重炮也没了。现在搜粮队又空手而归，野仙的命门已经被掐住了，还差一点。差什么？野仙的命门不在于你的大炮，在这些战马的肚子里。葫芦视马为祖，马无草，他们便连普通步兵都不如。焦土令已经实行3日，结果呢？以静当营为中心，方圆50里内无人村落中的草料已经全部清空，水井被暂时封住，地窖陈草也全部取出处理。野仙就算派出1万人搜粮，也找不到能喂马的东西。只是这件事若传入京师，言官怕是会把咱们骂成乱军。言官的唾沫淹不死野仙，但一捆草能多养一匹瓦剌战马，骂名我担。胜局，大明拿。大人，村里已经确认无人，但这些草料若全处理，百姓日后回来，牲畜便没有过冬之物。不处理，野仙今日便会拿去喂马。京中的御史不会管这些，他们只会说咱们毁坏民产。百姓的草垛没了，战后还能补。北京若被攻破，他们连家都没有。所有人再检查一次，房屋中不准留下百姓，不准触碰百姓私物，不准毁坏祖祠，只处理敌军能够使用的草料与水源。是。大人，朕把所有骂全都背在自己身上。石亨想要功名，言官想要清明，总得有人要胜利。大王，不能再等了。还能撑多久？战马已经开始大批倒下，军中被征发的汉人壮丁甚至开始拆除马具皮革。再围下去，不用于谦出城，我们自己便会被困死。秦烈还没有抓到，他带着3000骑马步兵在昌平山坳中不断移动，我们的搜粮队只要分散，便会被他从后方袭击。他铁了心要将京师外围变成死地。他一个名将，敢烧自己的国土？他不只敢烧，还烧得比我们更狠。太上皇那边呢？朱祁镇已经叫门3次，于谦没有一次动摇。这张牌在北京城下已经没有用了。此草料库起火，引出火箭！林烈！剩余火油还有多少？不到10坛，还要留一些回宣府使用。全用？全部？野仙撑不住了，战马大量倒下，他便无法继续维持高频巡逻。今晚去给野仙劳军，袭击他的粮营，顺便从他那里借些吃的。伯爷，什么事？西侧林中发现逃难百姓，约200人，大多是老人、妇人和孩子。大雪封山，他们已经没有粮食。您看，是按照军令将他们赶离，还是带路？怪爷，给孩子留一口吃的吧。大人，军粮严禁外流，咱们自己的口粮也只剩3日。陈勋在，从瓦剌人那里缴获的200匹驼马，全部处理。大人，那是3000弟兄未来3天的口粮。马肉分出一半给百姓，让他们吃完以后，沿我标出的小路连夜南撤，去通州，那里有于大人提前储备的粮食。伯爷，不要跪，吃完便走。今夜瓦剌人可能搜山，继续留下，只会送命。多谢伯爷。大人，那匹驼马肉是弟兄们最后的口粮，还剩一半，不够全军吃3日。今晚去野仙营中借，借了还吗？等他滚回草原再说。大人下达焦土军令时，我还以为您不会救这些人。焦土是为了让瓦剌断粮，
不是为了让大明百姓饿死。可救下他们，咱们自己便要饿肚子。野仙没有粮，会饿死；我们没有粮，便从他那里抢。弟兄们都说大人是阎王脸菩萨心，少说废话，准备火油，今晚让野仙请敬茶营吃饭。尚书大人，镇硕伯已扫清京郊草场，野仙马群损失严重，已有撤退迹象。还有什么？秦伯爷手段过于强硬，焚毁了不少无人村庄的草料，也封住多处水井。督察院已有御史准备弹劾他荼毒地方。荼毒地方？若没有秦烈，野仙早已用这些草料养足战马，再次攻城。坐在暖阁里的御史懂什么是兵？传我的话给督察院，此战结束之前，谁敢弹劾秦烈，先来我于谦府上递辞官信。于尚书，秦烈虽有战功，却桀骜不驯，不服朝廷革制。野仙退兵之后，他若拥兵宣府，自成一方，恐怕不是朝廷之福。秦烈正在替大明拼命，至于朝廷有没有这种福气，等大明的皇帝能够亲自守住国门时，再谈不迟。大人，野仙今日只派出了2支巡逻队，马廖应该已经见底。再拖几日，他不退也得退。他已经掉进泥潭，那便等他自己现死，还差最后一击。2个皇帝，一个在瓦剌马背上叫门求生，一个坐在龙椅上防着每一个手握兵权的人。大人是在替朱家守江山？不是，我是在替林子里那些讨一口肉的百姓守，替土木堡那些回不了家的弟兄守。朱家守不住的，我来守；朱家断不了的，我来断。伯爷，城中密使求见。伯爷，谁来了？于大人的亲随，铁佤子。镇守伯，尚书大人有死命。说，明日辰时，德胜门安定门守军全线出击，于大人将亲自出德胜门与野仙决战。决战？野仙上有数万铁骑，京军中还有大量临时征召的兵卒与民夫。于大人出城硬拼，是准备疯一次。尚书大人说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不如死中求生。尚书大人还说，他会亲自出德胜门，自断归路。只要明军不退，最后退的便会是瓦剌。但此战真正的胜负手不在城头，在哪里？在伯爷手中。攻在外，扼敌之背。明日战酣，请伯爷务必凿穿后阵，断其归路。向死而生，就在此战。3000人去凿穿野仙数万大军后阵，这不是重阵，这是往磨盘里钻。石亨呢？武亭侯令武军营精锐驻守安定门，他向尚书大人提议，由伯爷先攻，他在后方接应。接应？他是想等咱们与野仙两败俱伤，再出来收军功。京城里的勾当，果然比战场上的刀更脏。伯爷，这一仗接不接？我们只有3000人，野仙纵然断粮，仍有数万骑兵。可于大人若败，北京城便会失守。北京一破，宣府也保不住。于谦在城下准备求死，石亨在城中算计着如何升官，朱祁只在瓦剌马背上叫门求生，朱祁钰坐在龙椅上防着所有手握兵权的人。这个天下确实已经烂透了，可江山还是江山。回去禀告于大人，秦烈领命。伯爷准备如何配合？明日辰时，只要德胜门炮声一停，3000骑马务兵立即冲阵，即便荆南营全部撞碎，我也会拔掉野身后阵的万夫长子。尚书大人会在城下等伯爷的阵说起。弟兄们，明日这一仗结束，有些人能回宣府，有些人会永远留在北京城外。这里叫北京，
是大明的魂。城里的官老爷确实没几个好东西，但城里的百姓和宣府的爹娘妻儿没有任何不同。叶仙已经饿了数日，他的战马也倒了一半，现在只差我们从后面给他最后一击。石亨认为我们是客军，认为我们是叫花子，是杂牌军，那便让他站在城头看清楚，究竟是谁能将野仙赶出北京。明日冲阵，一人擅退，全队军法处置，百户临阵退缩，全所同罪。若我秦烈向后逃，你们任何人都可以从背后给我一刀，但是只要郑硕奇还在往前，就必须跟着我冲，凿穿瓦剌后盾，让那些瞧不起靖难营的人看看什么才是大明的兵。这一仗若胜，老子带你们进北京，喝御酒，吃肥羊，谁若没有命喝，我亲自将酒送到他的杯前。柳成林在，火冲营所有颗粒火药重新检查，第一轮齐射，不瞄人。瞄哪里？瞄战马。野仙的马饿了数日，体力已尽，最容易受惊。我要第一轮火冲小腹，他的后阵先乱。得令，陈勋在，你带500汉族，每人带足精马雷，凿开后阵第一层后，不准恋战，直接向野仙金帐突进。真要攻金帐？不求杀掉野仙，只求将动静闹大。我要让整个瓦剌大军都以为他们的中军老营被端了。得令。郭展云在，你带尖刀队护住郑硕奇，旗不能倒。人在，旗在。不，人可以倒，旗必须继续向前，而是战术的延续。属下明白。大人在等德胜门的炮声。对，明日一战之后，天下都会知道镇守伯秦烈。于谦要救的是这个王朝，我要守得的是这片土地上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以后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带着数万铁骑随意闯进我们的家门。全军休息2个时辰，天亮之后，等炮响。今日一战，不是为了皇位，不是为了官爵，是为了北京城里的几10万百姓。开城门，出城迎敌！尚书大人，城门若开，将士便再无退路。本官要的就是无路可退。背城死战，背城死战，不退者生，战退者军法处置。自守北京，自守北京！自守北京！于谦竟敢主动出城，他们背靠城墙，已经没有退路。没有退路的人，最容易被恐惧压垮。全军冲锋，今日踏平德胜门！伯爷，石亨的人已经入安定门了。切入战场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只在外围绕圈，迟迟不肯进中路。石汉这是想等咱们先出，等靖南营与瓦剌拼的差不多，他再出来抢攻。他不进，我们进。传令柳成林，火冲营按3段机展开。第一轮不打骑兵，打哪里？打后勤马群。野仙的战马饿了数日，一旦受惊，先撞乱的便是他的中军。明白。炮声停了，靖大营起旗！为我冲阵！
明军，后方出现明军！哪里来的援军？珍珠，是宣府秦烈！第一队下马，彪马群开火！第二队上前，拦住马群，快拦住他们！稳住阵型，后阵究竟是谁在进攻？还是甄书奇？是炸毁重炮的宣府秦烈！秦烈只有3000人，给我围住他！后阵已经被金马除乱，现在无法合围，要中军亲卫，绝不能让那支红旗靠近白石！兵将受死！不要停，继续向白衣突进！保持15对立，少一人补一人，杀穿后阵！秦烈到了，少主大人，镇朔旗已经切开瓦剌后trận。好一个秦烈！传令各部，不惜代价向中军压境，前后夹击，合围野先。得令。侯爷，秦烈已经打进野番中军了，咱们再不出兵，首功也全是金大营的。3000杂兵真能打进荆州？那杆旗已经快碰到九州白帝了。突进！不能让秦烈独占大功！伯爷，太上皇也在中军。陈勋，带500人向华赣方向突进，先冲散外围护卫。是否救回太上皇？看重局势，不要让500弟兄陷进去。明白。你带火铳营跟紧我，咱们去摘野先的白洞。得令。秦烈，你杀我兄长，今日我要你偿命！野先，把旗留下！大人，旗杆在左。白都倒了，野先败了，大汉军倒了，败了。撤！师军向北撤出荆江，前军还在与明军交战，顾不上他们了，立即撤退！立即退了！万军之后直取中枢，此战的胜负手，他打出来了。发俘虏，宗守旗，所有军功先报本侯帅帐。侯爷，秦烈已经斩断野先白盾，不过是侥幸，真正击退野先的是本侯与5军营。大人，石亨刚刚进场，便开始抢攻了。让他抢，虚名填不饱宣府弟兄的肚子。伯爷，野总要逃，野先已经调转中军，再不追，他便要逃出荆州了。哪有这么容易？逃！
他敢深入关内，便得留下代价。传令火冲营，不必追求精准，只管持续袭扰尾翼。骑兵随我衔尾追击，不求全歼，只求让野仙以后听到宣府二字，便不敢再南一步。得令。大人，苍上皇！救朕！大明的将军，救朕！大人，要不要救？侯爷，不救。可他是太上皇。正因为他是太上皇，现在救回朱祁镇，北京城里便会同时出现2个皇帝，朝廷必定再起争斗，到时候受苦的还是百姓。土木堡丢了20万大军时，他没有回头，如今见到家门，却只想着自己能不能进去，让他再去塞外吹一阵风。全军听令，直打瓦萨军，不理华盖。得令。是。等他们主力出沟，直打最后一节。火冲营下马，3段机准备，开火！陈泽伯秦烈在此，留下兵器，可留性命。秦烈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你们踏进紫金关时，可曾给大明百姓留过退路？回去告诉野仙，从塞北到中原的路，以后要按我的规矩走。大人，野仙偷的极快，看样子是想一口气逃回紫金关外。石亨现在应该还在德胜门墙守沟，他捡的是破烂，不，他捡的是军功。咱们要捡的是宣州人的命。伯爷，抓到几个瓦剌俘虏，他们说野仙撤退前，太上皇曾想跳马逃走，被野仙亲自抓了回去，还听见太上皇一直在哭。哭？土木堡丢了20万大军，他没有哭；被瓦剌压到北京城下，他也没有哭。如今看见皇位就在城内，却回不去，他哭的不是百姓，是皇权。停止追击！不追到紫金关，野仙还有失去地形与补给优势。追入深山，我们已经打断他的后阵，也打掉了他的胆，足够了。收拢所有胡马，能骑的带走，无法继续行军的，也不能留给瓦剌。兵器、铁料、皮甲全部收好。首级和俘虏呢？不与石亨抢那些虚名。我们要的是战马、铁器、粮食，要的是让宣府重新活过来的本钱。于大人那边如何交代？于廷烈是聪明人，他知道我为何没有救朱祁镇，也知道我为何不再坠入深山。他求的是北京稳定，我求的是宣府稳定，各取所需。伯爷，回宣府吗？不。那去哪里？带上战果，去北营午门。朱祁钰忌惮我也好，石亨想吞了我也罢，靖仇营用命打下来的东西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全军转向，回北京。野仙退了，德胜门守住了，大明赢了！陈于谦，请陛下论功行赏。准奏。
武亭侯石亨守卫安定门有功。吴均云，神机营与京师守军背城死战，请陛下后许将士。石青之功，朕不会忘记。有功将士，以军功册加倍抚恤。臣还有一人，请陛下重赏。谁？宣布副总兵郑卓博，秦烈。秦烈孤军秦王，烧凉白羊口，伏击伯颜帖木儿，炸毁瓦剌重炮，又在德胜门决战中率3000人凿穿敌军后阵，斩断野先白帝。若无此人，野先主力绝不会如此迅速溃败。臣请陛下晋封秦烈为宣长侯，世袭罔地，并10倍宣府总兵官。陛下，秦烈确有军功，但此人出身低微，又是无诏入关，封侯乃国家重典，如此厚赏，是否操之过急？陈大人认为侯太厚，封赏应当谨慎。野先兵临城下时，秦烈在雪地中断粮杀敌，太上皇被押至德生门校门时，秦烈在瓦剌中军炸毁重炮。若这份功劳不值一个侯爵，那满朝诸公头上的乌纱帽是否也该摘下几整？于大人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秦烈在宣捕期间，以清查内奸为名，闯入豪绅宅邸，强征粮草，处置16名涉案之人。此举视朝廷法度于无物。若再封侯，岂不是纵容边将跋扈？陛下，奴婢曾在宣府监军，秦伯爷的确威风得紧，只认敕书，不认监军，言语间也多有不敬。更重要的是，德胜门追击之时，太上皇法驾就在100步之内，秦烈明明看见，却没有出兵接驾。程公公所言不假，秦烈练兵如狼，靖坛营只知镇朔旗，不知朝廷军令。若封其为侯，再让他统领宣府万余兵，日后恐有拥兵自重之患。石侯爷，野先还没走远，你便开始猜忌击退野先的功臣了？本侯是在替陛下防患于未然。陛下，何事？镇朔伯秦烈已押送野先白帝，并带回缴获战马3000匹。靖南营现停驻昌平，秦烈未入城请赏，而是递上了一封请战奏章。呈上来。陈烈，本一介司徒，蒙受皇恩，死战得胜。如今敌军虽退，太上皇未归，紫荆关仍未完全收复，臣不敢言功，只愿领兵北上，为陛下守住长城。封赏之物，愿全部换成靖南营冬衣、火药与军械。若朝廷疑臣，臣愿解甲，归田宣布。好一个秦烈！陛下，这哪里是请赏，分明是在要挟朝廷。陈大人若能率3000军马打出这等战功，你也可以来要挟朕。陛下，秦烈性情刚烈，言语锐利，但其所作所为大义不亏。野先尚未彻底败亡，宣捕是京师北大门。若此时猜忌功臣，自毁长城，寒的不只是秦烈一人的心，是天下所有边军将士的心。于大人言重了，朝廷只是要其入京接受节制，他一旦入京，谁来守捐方？本侯可以派人。朱木坝之前，朝廷派了多少名将？结果呢？秦烈暂驻昌平，封赏之事，容朕在意。陛下退朝。陈公公，陛下的心思仍在摇摆。不是摇摆，是怕秦烈。怕秦烈，更怕瓦剌手里的太上皇。于谦想保秦烈，是想替大明养一条看门犬。可这条犬若长得太壮，也可能回头咬主人。那便再加一把火。秦烈在宣布处置的16名豪绅，
他们的家属已经来到京城，明日便会跪在通政司外，控告秦烈私刑杀人。只有这些？我的暗桩查到，秦烈在宣府私自改制火药，建立厂窖，没有工部批文，也没有朝廷许可。若往地谋不轨上靠，足够让他脱一层皮。内廷这边，我也会替侯爷添几句话。秦烈想回宣府可以，但得让他戴着一顶罪臣的帽子回去。就算封侯，也要让这个侯爷成为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。伯爷，京里传来消息，于大人与御史们吵得不可开交，封侯一事悬了。石亨也在其中捣鬼，说大人故意见死不救，不救太上皇。石亨在乎的是名头，我在乎的是命。大人，咱们这招以退为进，真能成功？要我说，直接带弟兄们进城，让那些只会动嘴的官老爷看看，什么才是边军。带兵冲进京城，那便不是秦王，是谋反。可他们欺人太甚！大明还没有烂到要靠兵变解决问题，于谦还在，这根脊梁便还没有断。我若入京，便是羊入虎口；我不入京，便始终是守在他们家门外的狼。他们忌惮我，却也离不开我。陈勋在，告诉弟兄们，封赏有没有不重要，只要净身营还在，只要宣府还掌握在我们手里，这天下迟早要听见我们的声音。那咱们继续留在昌平。不，三军备战，朝廷旨意一到，不论封什么，立即拔营北上，回宣府。京城这潭浑水，一刻也不多留，宣布才是我们的根。那便是镇硕伯，听说他只带3000人，便斩断了野仙的大旗。他们身上的甲，怎么连颜色都看不清了？那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兵。伯爷，满城都在看咱们，让他们看。今日午门之上，还有更多人等着看我低头。镇卓伯，宣府副中兵秦烈觐见。臣秦烈叩见陛下。秦卿平身，亲自宣府而来，孤军秦王，烧敌粮，毁敌炮，凿穿敌阵，功在社稷，朕心甚慰。臣不敢居功。承敬，赐座赐酒。秦伯爷，这可是陛下亲赐的御酒，为了这杯酒，满朝诸公可是吵红了脸。有人称伯爷是宣城侯，也有人称伯爷是宣府大盗。这杯酒喝下去，后面的戏，伯爷可得接吻了。谢陛下赐酒。秦烈，天子赐酒，你竟敢泼洒于地，这是大不敬之罪！陛下，不是臣不也，是臣在德生门紫荆关白杨口倒下的871名弟兄还没有喝到。他们倒下时，口中含的是血，眼里看的是火。这第一杯御酒，臣替他们接了。若大明容不下臣祭奠袍妹，臣这颗头，陛下随时可以拿去。
陛下，将士念旧，重义，这不是藐视天威，是边军赤诚。罢了，秦青念之袍墨，朕不怪罪。程敬，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朔伯秦烈忠勇过人，克敌制胜，功勋卓著，特加封为宣城侯，赐红蟒服一袭，赏银1000两，彩缎50表，仍领宣府副总兵之职，归武清侯石亨节制。侯爵是虚的，归石亨节制才是真的。哼哼，秦侯爷还不接旨谢恩？臣谢陛下隆恩。但是宣城侯之位，臣不敢受。秦烈，你说什么？臣入京前经过紫金关，那里的城墙仍是残破的，百姓仍在风雪里哭。野仙虽然退走，却仍在塞外盯着大明北门。陛下封臣为侯，又让臣归武丁侯节制，莫非是要臣留在京城享受荣华？秦青认为不妥。武清侯久经战战，自然威武，但宣府的兵只认宣府的封。臣若留京，宣府必乱。宣府若乱，北京北门便会再次洞开。到那时，陛下准备让臣坐在侯府里，等野仙再来叫一次门吗？秦烈，你是在要挟陛下！要挟？臣在昌平听见不少传言，有人说臣强征粮草，有人说臣不救太上皇。臣没有读过几本圣贤书，只知道一个道理：大明长城若塌了，诸位大人的书房也保不住。陛下，边关未稳，残敌尚在，臣请即刻返回宣州。侯爵赏银蟒服，臣一概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请将所有封赏折成冬衣、火药兵器，送往宣府前哨。臣不需要穿在身上的蟒服，臣只需要能让边军过冬的棉衣和能击退瓦剌的快刀。秦烈，你知道自己在拒绝什么吗？知道。臣拒绝的是一座困住靖南营的笼子，臣要的是一道能守住北京的长城。陛下，秦烈言辞锐利，但他说的是事实。野仙虽退，北方边患并未消失。宣府乃国家北门，现今军中非秦烈不能镇守。臣请陛下允其所请，命其立即返回宣府，顿边防。陛下，秦烈若不归京师节制，日后必成边患。野仙尚未彻底消失，现在先将能守边关的人当成边患，真正的边患便会再次入关。准奏。秦烈，朕准你速回宣府，加授镇守宣府总兵官，总督宣府军务。另赐上方建议禀，遇有临阵不遵军令、贻误战机之人，卿可先行处置，再报朝廷。但你必须记住，这道长城你要替朕守住。臣领旨。秦总兵，今日仗着军功逼迫陛下，往后的路可未必一直如此顺利。侯爷，京城里的酒太淡，规矩也太多，想抢我的兵，带刀来宣府找我。侯爷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费了这么大力气，侯爷没有要，赏银也没有拿，还背了一身弹劾。爵位是虚的，动兵官、上方剑，这些才是真正的权柄。
朝廷这是承认宣州归大人掌管了。从今日起，宣府军务由径山营自己说了算。走，回宣府，那里才是我们的地盘。